今天是一个现在是一节很重要的课啊。今天这节课结束以后，大家的妹妹应该颜值还能够再上一个台阶。想问一下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就是跟上了没有？已经画到这一步的同学敲个一，让我看一看。不错啊，大家有在好好补作业。有敲零的同学。那今天你们其实也可以先跟啊，也可以先跟。那如果其实你这个皮肤这边底子没有打得很好的话，啊，你也可以拿一个你自己之前画好的这个线稿啊，快速的给它上一块颜色，比如说画眼睛啊，你快速的给它上一遍底色，然后在画的时候画细节的时候跟着我一起刻画，也是可以的啊。线稿重画了。重画线稿或者是你们开这个新的练习稿，有没有觉得有进步？有没有觉得有进步？主要是要学会用一些我给大家总结的一些方法啊。这些方法你们熟悉了、熟练了，就是多去复习它，多巩固几遍，应该还是会蛮有用的。好，在这之前啊，我看了一下我的，从头再来一遍，你们可以约啊，你们可以约回放。以前我好像在另外一个平台上课，哪个平台来着？反正那个平台是回放，大家也可以互相可以发弹幕的，挺有意思的。好，现在呢对比一下啊，对比一下这张图，我想稍微再做一点点调动啊，做一点点修改。我想把他的眉毛再画的离他的眼睛稍微贴近一点，改一下他眉毛和眼睛之间的距离。好，我把眉毛选中，你们自己决定要不要跟着我一起改啊，因为每个人画出来情况不一样。你看这个妹妹，我感觉她的眉毛和眼睛还是挺近的。好，我把眉毛选中，然后用这个移动工具把它向下移动一点。好，我让它的这个，野生眉的后面这块小的杂的这种小杂毛给它移下来一点，让它可以跟这个眉毛，啊，让它可以跟这个睫毛配在一起，啊，碰到一起。好，今天呢还有一个啊，在进入到那个五官的刻画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皮肤的藏色啊，皮肤的冷色的加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技法啦，也是很多，我看很多人就是比如说网友啊，或者是那些网上很多那种画画爱好者，他们经常会问到的问题，就是怎么藏色，然后皮肤里面怎么加入冷色，这个也就是我们这节课开始啊要学习的内容。好，我们仍然使用这个，可以用这个铺色小牛这个笔刷啊，用铺色小牛这个笔刷。接下来教大家藏色，我找一些已经画好的这个案例啊，比如说这张。好，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里面画法其实是比较接近的啊。除了我们上一节课学习的内容之外，你会发现它的皮肤里面是不是隐隐透出来一些，有一些部位透出来一些蓝色的感觉啊，蓝蓝的感觉。这个就是皮肤，就是我们画冷白皮啊，以及肤色通透的关键，最关键的
地方就是这里啊，包括为什么就是我们一开始上色的时候，给皮肤上色的时候会选择一个很灰的颜色，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一开始用一个很灰的颜色来给皮肤做底色啊？然后以及为什么后期还要往皮肤里面加入一些蓝色的啊？然后这种可能在大家的固有的这种观念里面不属于我们人身上的这种颜色，这个就是色彩啊，这个就是属于色彩知识里面的冷暖啊，关于冷暖的这个怎么样配比，怎么样画对比的这样一个知识范畴了啊，因为很多的你想要的感觉啊，你想要的那种感觉，比如说通透啊，这种冷白皮呀，它并不是说你想要一个白皙的皮肤，并不是说我们把颜色选得很浅就可以做到了啊，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说你用一个很浅的肤色去画它，这个皮肤就能被你画的啊，好像很白啊，这个人就显得很白。它一定是要上一些手段的啊。这种手段呢，就是这个为什么要学色彩，就是因为这个了啊。如果是还是站在一个比较外行的啊，或者是初学者的角度，你们会觉得皮肤嘛，那不应该就是那些暖的颜色，对吧？哪怕你就是个白人啊，哪怕你是个白人，你的皮肤也不会出现什么蓝色、绿色、紫色那些颜色，都觉得但凡是皮肤啊，那一定都是那种什么红红的、黄黄的啊，或者是偏这种橘色啊、棕色这种感觉。好，我们可以看一下看一些大师的画啊，比如说像这种，看到吗？像这种梵高的呀，啊，你看这种古典油画里面，你们能从皮肤里面看出一些其他的颜色吗？除了我刚刚说的那种橘色的东西，是不是？能不能在他的皮肤里面看到这种各种颜色？这个就是画画的啊，这个就是让肤色变通透，进一步变通透啊，变白皙的奥义了。我们说过啊，前面就说了，画画都是在画对比，所以你用什么东西去对比这个皮肤的白，对吧？你就用一些其他的颜色，你其他的颜色画的比它更深，它是不是就被反衬的比较浅了？那么用什么样的颜色能衬托出这个肤色的红润呢？你当然不能把整个脸涂得很红，对吧？那你就要用局部，你用大面积的啊，用大面积的灰的底，像这个脸的底色，用一个大面积比较偏灰的颜色，再用局部的这种比较饱和。你看，相对于肤色来讲，它是不是眼睛啊，对吧？鼻子啊、嘴巴、腮红这种带妆的部分啊，就是我们感觉好像是在画彩妆的部分，这些地方它是相比起来是比较饱和度高的，所以我们就是利用这里的高饱和啊，突出它的这个气色。你如果把一整张脸都画的很饱和度很高很红啊，那反而就你想要在它的这个脸上体现出它局部有那种粉粉嫩嫩的感觉更难，你就可能需要用更加饱和的浓度更高的颜色去画这些部位，那样最后画出来整张脸啊就会过于的浓艳了。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把皮肤呢，就是底子选的很灰的原因，因为我们后期要加上一些纯度高的颜色，这个就叫做灰纯对比灰色是用来跟纯，就是灰度是用来跟那种纯的饱和度高的颜色做对比用的，你这样给它一点色彩，它就会显得很灿烂了给一点颜色就灿烂了。就是因为它底子它的底子比较的干净，没有太多饱和度太高的颜色。好，那么同样的，如果我们在这个肤色里面再加入一些反向的颜色反向的颜色，比如说一些相反色
好，大家知道什么是相反色吧？我们打开这个色盘，打开这个色轮看一下。那在它的选色的这个色相，它的对立面，在这个圆环的对立面就是这个颜色的相反色。就是它的相反色，比如说红色的相反色就是绿色，对吧？好，然后像黄色啊，你看像什么橘色啊，橘色的相反色就是蓝色，那黄色的相反色就是这种紫色它的对立面就是它的相反色。那总体来说，像这种暖色的这个区域，暖色的相反色就是对面这种冷色。我们加入了冷色会怎么样？会更加的凸显更加凸显它的局部的那些地方的暖，而且会让整个肤色呢，它会达成一种冷暖平衡的感觉，就会让它更冷静下来，更冷静下来，就会有那种冷白皮的感觉了。好，那么这个冷色怎么加我们先新建一个图层，新建一个图层，这个图层我把它命名为冷色好了。一般来说呢，熟练以后我们这个冷色不需要在新建图层加上去的直接叠在上面就好了。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是很多同学第一次画，为了以防大家就是整个翻车我们就新建一个图层。那样的话，如果你上的不满意，还可以重新再来，或者是再调整就不会破坏你底下已经画好的部分。好，接下来我要教一下大家藏色的方法藏色的方法就是大前提是不破坏你的整个的这个素描关系。那么什么叫素描关系呢？素描大家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是用单一的颜色去刻画一个物体的这种形体，包括它的这种明暗呀，它的体积。好，那么怎么看我们的这个素描关系呢？大家可以在最上层在最上层新建一个图层，然后填入一个任意灰度的颜色白色也可以，黑色也可以，你就把那个光标移到最左边，填入一个纯灰色，然后把这个图层的模式改成往下滑改成像什么后面这几个色相饱和度颜色这3个都可以你看改完以后它就变成一个灰度的图了，就变成一个灰灰的没有色彩信息的图了在这个图上我们就可以观察我们的这个黑白关系。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这张脸其实蛮平的，说明什么？说明我一开始的刻画是比较这个对比拉的是比较小的，包括你像这个眼影眼睛周围的部分，鼻子嘴巴这些部分颜色都不重。它画出来以后，你看虽然有颜色，但是我把它转黑白以后它和旁边的这个差距其实蛮小的。那么藏色呢？我现在回到冷色图层就是一笔，比如说你要给它藏一个蓝蓝的颜色像这个，在某些地方藏入一些冷色。你在这张图上，你在照片上是不一定能看得出哪些地方可以藏冷色的，这个就属于经验了属于经验和理论了。我要藏一个冷色，我怎么藏呢？可能很多同学就先选一个自己喜欢的蓝色比如说你选了一个这样子的你喜欢的蓝色，然后画上去画上去，会出现什么情况？当这一笔上去以后，你再切换到这个黑白，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一块就变亮了，明显变亮了说明这个颜色藏进去失败了。为什么？选的太浅了，颜色选的太浅了。学会看了吗？好，那么我现在把这个蓝色刚才浅了，对吧？我把它搞深一点，我再藏一个这个颜色进去。好，这个时候我再打开这个黑白关系看一下，这块颜色是不是又变深了？你能看得出这一坨这坨颜色黑了一块，说明我现在藏的这个冷色又变深了。那么怎么样藏色才是一个成功的藏色呢？就是你这一笔加进去开黑白是看不出什么变化的，你把黑白关掉，你只能看出它在色相上有变化但是它在明度上面在明度上明暗黑白关系上面素描关系上是没有变化的。好，那这个颜色要怎么藏进去才会刚刚好教大家方法。我们分3步走。
分3步走啊。第一步就是先确定你要藏色的位置。好，那么在这里讲一下哪一些位置可以藏入冷色，这也是一个属于经验啊，一个经验，一个理论，你们可以记住的。你们可以记住哪些地方可以藏冷色，因为有很多人会问我，哎，说你画的这个人的皮肤很通透啊，然后上面会有一些冷色，那么你的冷色画在哪里呢？啊，其实是有规律的啊，是有规律的。冷色画的地方可以有，比如说以下几种情况，第一个就是阴影的部分，阴影的部分我们用冷色来代替深色来画阴影啊，为什么？就是如果说你想把一个地方刻画的让它，就是首先它是表达一个受光的情况，你想把一个地方刻画的让它看起来，哎，受光没有那么强，它是属于一个暗部，对吧？那么正常人的思维就是会把它加深，如果是画素描的话啊，会把它加深，画的很深。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整张画可能就是深的地方、暗的地方颜色会太重了。如果某个地方颜色太重，或者整个画面的重色太多，你必定是达不到那种整个色彩很轻盈啊、很通透的那种效果的啊。如果你追求一张画面整个色彩看起来它的对比不是特别的强烈，它看起来都是给人一种很和谐的、很温柔的、比较轻盈的感觉，那你一定不能够重色太多啊，重色的地方太多了，然后会显得整个画面而且会容易显脏。好，那假如说你同样一个地方啊，我比如说要在它的这边的脸啊，或者是卧蚕这里画阴影，我如果用这种很深的颜色去加深，是不是越画越脏？越画越脏啊，整个画面可能就脏掉了。所以呢，有替代的方案，就是我们换一个颜色来画它。其实换了一个颜色，对于观者来说啊，他知道发生变化了。就是如果说光从右边来，右边它是比较亮的，左边比较暗，左边受光比较少，那它是不是色温上会冷一点？这可以理解吧？被这种阳光啊或者自然光，对吧？照到的地方它就会暖一点，受光更多。然后受光比较少的比较暗一点的地方，它就会显得冷一点。所以呢，冷色我们可以画在什么地方？画在暗部啊。首先我们可以把它画在暗部，这是一点。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把冷色画在哪里呢？就是画在皮肤，因为我们虽然是一张皮啊，整个脸虽然是一张皮，包括和身子啊，皮肤虽然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最大的器官人的身上，但是它的每一个部分啊，还是不一样，有一些差别的啊。因为你看嘴皮也是皮，对不对？嘴皮也是皮啊，那嘴巴的颜色它就是红，它就是红。好，所以皮肤其实整张皮肤它的不同的部位，它的颜色也是有差别的。有一些地方它的皮下啊，有地方它的皮下会，比如说那种毛细血管啊会比较多，它就会显得比较的红润啊。然后比如说你被冻着啦，被冷到啦，或者是哭了呀，对吧？受刺激啊那些地方就容易变得红红的啊，比如说两颊呀，或者是喝了酒等等这种情况啊。鼻子、眼睛，然后两颊这种地方它是会天然泛红的。所以为什么画家喜欢把这个地方画红，或者是后面的人化妆，现在人化妆喜欢把这个地方画红，就是因为他们看到过没有修饰的时候也看到过人类就是这种脸颊红红、鼻头红红的样子不管你是哭红的还是冻红的看到过还是怎么样，看到过这个样子，觉得很好看，然后想强调这个东西，才会有了会在这种地方加强它的颜色的这个行为，对吧？好，那还有一些地方还有一些地方呢，比如说眼睛下面就是俗称黑眼圈的这种地方，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太阳穴两边然后还有整个下半张脸整个下半张脸，它有的地方的皮肤呢，它是属于那种静脉血管比较多静脉血管多的话，大家都知道吧，对吧？静脉它会从皮肤上看，它会有的时候会呈蓝色或紫色这种冷冷的颜色这种地方多的话，你的肤色就会偏冷一点。好，所以这个是第二点。第二点就是这个冷色可以加在一些特定的部位，这些部位它就是属于那种本身就是会偏冷的，比如说太阳穴然后眼眶下面，然后这种眼底
啊，还有这下半张脸这种地方。好，这个是前面2种情况呢，都是比较理性的做法，有分析的。第一个是分析了它的受光情况，第二个是分析了人的整个皮肤的一个生理结构所呈现出的这种颜色的微妙变化。那还有第3种方法，还有第3种情况那就是一个主观的处理了。第3种情况就是一个主观的处理，就是有的时候你为了画面的漂亮为了画面的和谐美丽，或者是你为了呈现出某一种氛围，你可以在你认为合适的地方、好看的地方去加入这种冷色，或者是其他的各种颜色都可以因为画画本身它就是一个可以让你主观发挥的一个事情。所以不是所有东西都要按照你眼睛看到的东西一五一十的把它如实的表达出来。画画是可以加入自己的想象加入自己的主观偏好，加入自己的这个主观认定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这里是不是有一笔突然你觉得这里是不是有一笔什么颜色会很好看，你就可以这样画你把眼睛画成红橙黄绿青蓝紫都 OK， 头发任何颜色都 OK， 对吧？皮肤上面你想让它呈现什么颜色，其实也都 OK。有的时候不用合理只要结果是你想要的，并且当然这个结果如果也能够受到别人的共情、别人的认同，那就是一个更好的结果。好，那首先就前2种情况，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冷色怎么加。好，现在呢我就要把冷色加到我说的这些情况里面首先我要在它的眉骨的下方加入一些冷色就是这2个三角区里面，眉毛下面眉毛和鼻梁的这个三角区包括这个双 C 结构的内侧我要画一些冷色。好，先确定这个位置，然后怎么选到这个颜色怎么让这个颜色变准，就是你先吸取你要选的这个位置，先吸取这个位置的颜色。这一步是为了什么？这一步是为了把这个颜色的明度给它定下来为了把这个颜色的明度给它定下来，你就知道你会发现这个皮肤的底色是大概在这个区域，对吧？1/3这条线的这个区域，你就不会跑到这种上面去、下面去乱取颜色了。先是确定它的明度，然后呢，我确定它的色相，在这个小圈圈不动的前提下只去拉动下面这个色相条，让这个颜色来到一个你想加入的冷色。那么冷色呢画哪个都行然后从这种偏绿一点的蓝色一直到这种偏紫一点的蓝色，这段区域其实都可以加，就看你的个人喜好了看你的个人喜好。那我这次选择稍微天蓝一点吧，稍微选择湖蓝一点，往左边偏一点点，选择这个蓝色。这是第2步第一步确定明度，第2步呢确定色相，那还有第3步第3步呢就是确定它的饱和度。在前2步定了以后，最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圈圈左右稍微移动一下，移到一个你觉得合适的这个位置。像它现在这个位置，其实我觉得是 OK 的其实是 OK 的。那假设你的初始位置选了它在一个很饱和度很高的一个地方，你就要把它拉回来一点。好，所以最后我稍微调整了一下，让它稍微往左偏了一点点，把这个饱和度略略降低一点点。这个时候我再加一笔颜色上去，你看这个时候我再加一笔蓝色上去，我再打开这个，你看现在我再开这个黑白关系我再把这个灰度的图层打开，你们有没有发现蓝色消失了？发现了吗？这笔蓝色消失了，大家看出来没有？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藏色了你们实验一下。当然有的同学也可能一次不一定能到位你通过这个关系，对吧？这个蓝色消失了它完美的融合在了这里面，说明我这一笔蓝色加上去，它只让它这块的色相有了一些变化，但是没有改变它的明暗关系。好，如果有同学画了以后，你打开这个黑白图层看一下，深了或者浅了，
不一定可以一次到位。那么你可以根据你开黑白看一下，它如果是偏亮了，你就稍微往下挪一点啊，偏深了你就往上调一调，通过这个来微调。好，那么我们这个蓝色啊，先确定这个颜色是不是 OK 的啊，它能够成功的藏进去。好，那么我们现在开始画啊，现在开始画它，轻轻的首先在这个三角区加入一些。好，我把这个蓝色涂在这个边上，因为我一会儿要给你们示范那个啥，示范区域。好，我用一个，接下来教大家啊，哪些地方我可以用来藏入这个冷色。那这个区域，这个三角区域可以藏一些，然后呢，还有哪里？刚才我说了啊，眼周嘛，对吧？这种容易产生黑眼圈的地方，我们也可以藏一些冷色。还有哪些地方呢？像这种太阳穴啊，太阳穴，这两边都对称的，这是在光照比较均匀的，就正面光啊，柔光环境下，我们可以这样去藏。好，以及像这个鼻子下方会有一个阴影，这里可以来一点。然后我们说了嘛，暗部嘛，对吧？阴影处啊，这个前面这个上半段是属于那种皮肤的特征，这个鼻子下方包括这个磕唇沟这些地方，它就是属于那种暗部阴影啊，可以用藏冷色的方法来代替狂叠深色啊，可以代替深色，让这个肤色呢变得更加的通透，更加的亮堂一些。好，以及整个的这个整个下面部啊，都可以加入这种冷色。好，那么皮肤的部分，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已经画出了一些明暗关系了。所以其实像这种暗部啊，皮肤这种暗部里面啊，暗部里面都可以加入一些冷色。这些地方都可以加入一些冷色，因为脖子上面会有一个头形成的一个阴影啊，包括耳朵里面呢这些地方都可以加入冷色。好，大家可以把这张课代表啊，可以把这个截图，可以把这个截个图，以后提醒自己哪些地方可以加入冷色啊，像这种，那包括什么发际线里面啊，这些地方都可以加入一些冷色。OK 了吗？截个图啊。好，现在我们就来继续画它。这种藏色的方法也是啊，我吸回这个颜色，轻轻的啊，一定要轻轻的把颜色慢慢的叠进去。那轻轻的把颜色往里面叠渗进去啊。好，笔刷要时刻去调整它的大小啊，然后这个双 C 里面可以加一点。你们会发现冷色叠上去以后啊，皮肤就立刻变得更加通透了。好，太阳穴这边面积大了啊，面积大一点，我们就用更大的笔刷去画它。其实太阳穴这个我们叠冷色可以稍微把这个颜色加深一点点，因为这个地方它的底色就重一点，对吧？加深一点点啊，下来一丢丢，你看我们每次这个颜色加深减淡都只走那么1-2毫米的感觉，好，加深一点点，藏在这个太阳穴。如果你不是很自信的话啊，你可以时刻去呢打开这个黑白图层看一下偏差的多不多。不要求绝对精准啊，就要求我们一笔下去不要严重的，不要很明显的影响了这个画面的黑白关系。好，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加这个冷色啊？好，把比较调小一点，我们画到这个鼻子
鼻孔的下方，这个颜色可以深一点哦。然后这个颜色我可以稍微再深一点，因为它是个阴影啊，它是个阴影，我可以接受它这笔加进去啊，我可以接受这笔加进去比原来要深。你看这笔加进去后，有没有发现？哎，有没有发现这个下面多了一条阴影了，对吧？啊，所以这个冷色它其实啊改变了这个画面的黑白关系，但是是我需要的效果，我需要它这里有个影子的感觉。那么同样的，你看我这笔画到这个抠唇沟这里，是不是画完以后这边也颜色变深了？看到没有？啊，我撤一步再回来，撤销再回来，看得到吧？这边是加深了，我把黑白关系关掉啊。啊，它是有这种效果的。所以你如果想加重啊，你如果是想画阴影，它可以稍微比这个原来的画面颜色重一点。啊，然后我如果想藏到耳朵里面，你看耳朵里面本来这个就是以之前就画了暗部在里面，画了重色在里面，对吧？好，这个时候如果你已经走的比较远了，想要再去画暗部的一些阴影，你通过自己的手感再去找这个颜色，找不来的话，可以再重复做以上3个步骤啊。比如说我现在要画耳朵里面的这个冷色，来我重新做一下这个步骤。第一步，同样的我还是选耳朵里面这个颜色呢，先确定这个颜色的明度，看到没？第一步啊，确定明度，我就选我的目标位置。好，第二步呢是确定色相。那么耳朵的颜色其实藏色啊，像这种冷色，你也可以不只藏一个颜色啊，你可以有的冷色你偏绿一点，有的你可以偏紫一点。所以这个冷色我可以藏一个跟刚才这个鼻梁上的颜色不那么一样的，可以让它偏紫一点试试啊。好，第二个确定色相，我把这个色相往右拖，哎，这次找到一个这样子的颜色。好，第三步呢是确定饱和度。那么这个饱和度我觉得 OK 啊，我觉得可以，不用怎么去改。那第三步我就跳过了。所以这3步啊，有的是大动作，有的是小动作。你甚至第3步它可能是个小动作，或者是你可以省掉这个动作。好，我把这个颜色加进来，看到吗？这里加了一个颜色。啊，把这个黑白关系打开看了一下，这个颜色并没有影响它的这个，你看我把这个颜色画到这里面，是不是没有影响它的黑白关系？但是我把它一关，这里是不是变蓝了？好，藏色就这么藏啊，大家 get 到了吗？好像这种藏色啊，但凡是这种藏色跟我们原来画的阴影的面积，大家不要100%去重合，这样会显得很呆板，对吧？比如说我第一步啊，我画了一个这么大的阴影面积，我藏色的话，我可能只是在这里面啊藏一个，对吧？30%、40%啊、70%、80%都可以，但是不要去100%的又去重复它啊，这样的话会显得比较呆板。好，把这边也画一下。包括你想象一下啊，所有的就是哪些地方会产生阴影啊？就是物体和物体，对吧？它们有一个遮盖的关系啊，有一个接触的关系啊，它们中间都会，对吧？产生一定的，不管是挤压也好，遮盖也好，遮挡也好，像这种头发盖在耳朵上面，头发下面是不是有一些这种小阴影也很正常啊？所以在这种挤压关系啊里面，我藏一些这种冷色进来是 OK 的。像太阳穴这两边啊，这里后期啊会有那种鬓角啊，鬓角的碎发我们会画的啊，我们可以预判一下这个地方，我把它也再加一点这种进来。好，包括这个蓝我可以怎么样啊？可以顺着他的脸，顺着他的脸型啊，轻轻的往下带一点。好，这个时候很多同学会觉得，哎，涂出来了，这个颜色涂到外面了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小心一点？这个没关系啊，那你就这样涂，你为了蹭到这个啊，你为了画这个边缘，蹭出来也没关系啊，一会有办法解决的。好，在这个脸的周围轻轻的给它带一点。
轻轻的带上一点。好，包括什么眉毛里面啊，眉毛里面，因为这一块我们的那个眉毛的颜色是会比较深的，所以眉毛里面的颜色我可以让它再深一点。那把这个颜色往下可以再压一点，用它来把它调淡一点，用它扫在这个眉尾。你看一下这个妹妹的，看一下这张照片的妆容，你有没有感觉到她的眉毛两端颜色是不是偏冷一点？细细的去体会一下啊。当你有了这个知识以后，你再去观察照片，你的观察的视角就不一样了啊，能打开了，你就能看到更多的东西，以前看不到的啊，以前看不到的东西，现在能看到了。比如说，现在大家能不够在这个妹妹的右边的这侧脸的轮廓附近看到冷色？能看到了吗？这一片眉骨上方太阳穴这边，然后这一条能不能看到冷色了？能观察到的，现在能在她皮肤上观察到冷色的同学啊，你们可以看看，然后她的这个嘴巴下面磕唇沟这里是不是会有一点冷色？能不能看到了啊？好像刚才说的发际线对吧？发际线周围也是颜色本来就比较深啊，我们可以压一点进来。你看像这种，你有没有感觉到它的皮肤和这个头发衔接的地方有点发青，是吧？那这些地方也是我们可以藏入冷色的地方，就不要一圈啊。我为什么刚才给大家标记的时候也是打了几个点呢？就是如果你一圈都这样去画，很呆板啊。然后我们画画就是尽量避免那种过于呆板的操作。就是为什么有的人画画你会觉得他有一点木的呆呆的，有的人的画你会觉得他很灵动，差别就在这儿啊。加入一些。好，然后最后我不是还画了一个整个下半张脸它都会有一些冷色的，这一步是比较考验大家的这个操作啊。我们就要重新来吸一下色了，因为这半边脸它的颜色本来之前画的是最少的它既不是阴影也不是什么，但是因为这下半张脸它是因为那个血管分布的原因它的色温就是会比两颊呀要冷一些。好，那我们要重新吸色了，对不对？因为这块的颜色它最浅，我们重新来再来重复我们的藏色步骤。第一步先吸色，确定明度。那先吸这个颜色确定一下明度。第二步呢，确定它的这个色相。那这个色相其实我们观察我们自己这下半张脸其实是会偏黄一点，浅一点就是发绿。所以这个颜色呢，我可能会倾向于用一个偏绿一点点的这个冷色去藏它。你看耳朵我会用偏紫的然后到了脸颊这边我可能会想让它稍微偏绿一点点，在蓝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地方稍微往左边偏一点。好，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就是确定它的这个饱和度了。像现在这个饱和度比较灰这种很灰的话画上去它有可能看不出这个绿色的感觉蓝绿的感觉。那我就要让它稍微提一点点饱和度。那提饱和度的过程我之前说过我们每次提饱和度不要只是往右拉，只往右拉的话，你以为你只增加了饱和度，但其实你也加深了这个颜色，对吧？所以我们在提饱和度的过程中要有一个习惯性的往右上方拉的这样一个动作往右上方拉，你这样既能保证加了饱和度，又能保证这个明度其实没有受变化。好，所以我有一个稍微往右上方拉一点。现在变成一个饱和度稍微高一点的这个蓝绿色。好，因为我是要大面积的去涂抹它的这个腮两边这个面积，所以我把笔刷调大一点。轻轻的扫在这个两边，苹果肌的下方，两腮。
能看出来吗？现在能看出来它肤色的变化吗？不用太那个了啊，我刚才就是为了给你们做示范，做的稍微有点多，你们比这个程度稍微再轻一点点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我也能接受。啊，就画到这个程度。你看我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我主要呢就是在这一坨和这坨啊上面去做了一个轻轻的这种打圈，带过来的这边打个圈的动作。啊，嘴巴和下巴就是带上一点点，但是不要太去碰它。好，这个颜色还可以加在哪里啊？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浅一点的啊冷色，我们还可以把它加在身体的高光的部分啊，身体上啊。那我们把它稍微再调亮一点，再调亮一点，往上走一丢丢。因为皮肤，因为在身体上啊，它面积更大啊，它的面积更大，所以呢，我们需要再把这个对比稍微做强一点点，让它有一个有光泽的效果。因为这种大面积的皮肤，我们后面也不会再去刻画更多的细节了。好，就把这种地方啊，把这种脖子的正面给它扫一扫，看到了吗？然后你扫上去，你就会发现有一层冷光上去了，它就变得更白了，对吧？好，这里扫一点点。好，锁骨的中段，这个锁骨中段我们让它调细一点啊。锁骨的中段清扫一下。还有什么像这种啊，这个肩膀里面这种圆的地方打圈的方式，这里可以笔刷稍微大一点啊，然后用打圈的方式。好，还有哪里呢？你看它这个地方它是不是亮了，对吧？还有这个胳膊啊，胳膊它是个圆柱，你把圆柱最高光的地方往下这样带一带。好，然后就是胸啊，胸的话我们就是这两个部分啊，上面稍微给它这样扫一扫。这样扫过去以后啊，你会发现，哎，这个皮肤是不是看起来，对吧？看起来比较有光泽了啊，而且颜色就不那么沉闷了，有变化了，不死板。啊，有一个小问题出现了，刚才这个冷色我是新建了一个图层，我本来想说你涂出去的部分怎么处理啊？本来想涂出去的部分怎么处理它，就是你点击它，然后选择这个剪辑蒙版，你看没有？选择剪辑蒙版以后，你会发现在这个图层上面多了个小箭头，代表它只针对下面一个图层负责啊，它只显示跟下面图层重合的部分。但是有个问题来了，因为我还画了这个身体嘛，所以你看剪辑蒙版一做啊，身体的部分也被我排除在外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两个方法，要么你就是把它变成一个，你把它脸的部分给它抠出来，或者你就把多余的地方直接擦掉就行啊，都可以。好，那把脸的部分抠出来怎么做啊？用这个选择工具，我们把脸和脖子的这条线稍微分一下。好，分完了以后呢，就把脸的部分大的框选一下，框选出来，三指下滑，学会这个动作啊，三指下滑，能调出一个面板，调出一个拷贝并粘贴的面板，看到了吗？成功了没？你们三指下滑有没有做到啊？三指下滑调出这个面板啊，然后点击这个剪切并粘贴。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分别得到2个图层了啊。那分别得到了一个图层是针对是脖子以下的部分的，一个图层是刚才我们选出来脸的部分的，我就可以把这个脖子以下的部分把它移动到身体图层上方，你看啊，让它针对这个身体，我们给它进行一个剪辑蒙版。好，这个上面的这个脸的冷色部分啊，我们就可以再对它进行一个剪辑蒙版的操作，这样呢，它就只针对脸起作用了。给到了吗？好，然后这个图层，这个冷色图层啊，你们自己根据自己的画出来的实际情况，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我要不要现在就合并，因为它最终没有必要保留那么多图层，因为我们后面还要再往上加细节的。啊，如果你觉得已经 OK 的话，就直接合并。如果觉得还有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像这里啊不均匀啊什么的，我们也可以呢用涂抹工具。用涂抹工具进行一定程度的过渡涂抹，给它过渡一下，晕染一下，比如说用涂抹工具把这些地方边缘这些地方处理一下，让它更柔和、更自然。处理完了以后，最好是先涂抹再去合并啊。好，比如说耳朵这里，把它先处理一下。我有说过涂抹工具的用法，你可以把它当笔刷用啊，它也可以用来推形状。那比如说，如果你这一块形状你觉得出界了，你就从外往里修一修；你如果觉得没够，你就从里往外扒拉一下啊。联系不到班主任，可能班主任当下没看见，你稍微再等等一下啊。班主任在那个有没有加微信群？微信群里面会有啊。你联系不到班主任，去找任何，比如说你报名的那个客服啊，什么都可以。然后因为今天是周一嘛，今天是周一啊，就是大家的所有的辅导老师啊、班主任也好，也都是就互相理解一下，都是打工人啊，都是打工人，他们可能周末也需要休息的，不一定会及时的，如果是在周末啊，可能不一定及时的回复你们消息，而且因为我们这个咱们的机构的那个课程都是在晚上啊，很多都是在晚上利用大家的上班和学习空余的时间。所以老师们、班主任还有助教老师上班的时间也跟正常的那种上班族是不一样的，是会往后推的啊。所以很多老师啊、那个助教啊他们上班也都是从中午或者下午才开始上班，所以早上有可能也是没有看到消息的啊。那稍微等一等，如果还没有消息的话，在那个你可以再找我，我帮你去询问一下。还没有进微信群是吧？好的，我一会儿给你反映一下啊。我们先跟课。好，这一步大家 OK 了吗？好像这个冷色的图层啊，然后我估计大家现在有的同学可能会出现2种情况，一个是觉得自己没画够，觉得自己画的太淡了啊，画的比如说没有到位，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自己画的太猛了。好，这2种情况都是可以调整的。如果你觉得你的这个颜色没出来啊，没出来，你可以怎么样呢？太浅了，或者是量不够，你可以左滑这个图层复制一个出来，你看，复制一层出来后，它就很明显了啊，它会非常明显。当然我不需要这种效果啊，我只是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觉得效果太低调了啊，没出来，你可以有这个操作。好，那么如果有同学觉得自己的这个冷色加上去以后太过分了啊，觉得好像画多了，那你就可以点击这个 n 符号啊，点击这个 n 的符号，然后呢把它的不透明度给它降低，降低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它更融合啊，更融合。
好，大家现在可以对比一下画了那个冷色前后的，是不是啊？明显感觉到肤色变得更通透了。好，觉得 OK 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合并啊，合并图层。身体这个图层我也可以合并它，我可以复制一层出来，让它变得看看要不要变得再明显一点。你看太多了就会有点那种油腻啊，妹妹就变油腻了，就变得好像身体就是那个叫什么，对吧？那个素颜霜啊，涂的太多了。啊，这里也可以把它用这个涂抹工具给它过渡一下，底下这层我也可以过渡一下啊。这个阴影边缘有点硬，把这个锁骨下面的阴影给它抹的软一点，包括这上面可以用涂抹工具给它带一点阴影，带下来，让这个锁骨看起来这条更像是一个圆柱体。好，这个地方给它，我现在是在皮肤层上啊，身体的皮肤层上处理，把这里再涂抹一下，让它过渡的更丝滑一点。好，合并它。关于冷色藏色啊，脖子这里我们还没有藏啊，脖子这里我们还没有藏。那我撤销一下，在合并之前，我在身体的这个冷色这个地方，我刚才只是利用了这个下半张脸的这个浅浅的冷色，其实是等于给它的整个身体上了一个冷色的高光的感觉啊，画了一个冷色的亮面。然后接下来呢，它的暗部啊，我还要再藏一些冷色进去，像这个脖子阴影的这个部分。好，再重复啊，跟我再重复一下这个3部曲。首先吸色，第一步吸色，确定明度。第二步呢，改变色相啊。这个色相呢，我对它的那个处理的方法和耳朵里面差不多，我想让它稍微紫一点点。好，第二个方法就是确定它的这个色相。第三个步骤就是确定它的饱和度。这饱和度我觉得也还可以啊，稍微把它往右拉一点点，让它显一点。好，接下来我用一个笔刷轻轻的把这个冷色藏在最右边，包括这个脖子里面啊，这种跟这个，好，这边还要再深一点。你藏进去，你发现这个颜色啊有点泛出那种荧光感的时候，你就要意识到你的藏色可能颜色可能选的有点浅了啊，你就要把颜色稍微加深一点。这个地方我画完以后，你看本来是这样的，我画完以后，你打开这个黑白，观察一下它啊，如果没问题，因为我刚才加深了嘛，所以如果我刚才不加深那一点，可能这个黑白关系，你开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它浅了啊。像这种里面可以加一点点。然后呢，进行一点涂抹啊。如果你觉得藏的挺丝滑的啊，也可以跳过涂抹这个步骤，不一定什么都得把它抹的很干净，很那个平滑。好，现在可以把它合并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画它的，我们来刻画五官了啊。我们来刻画五官了。好，那么在刻画五官的时候，也是
因为大家都是初学啊，所以我们为了保险起见，新建一个图层来画它，新建一个图层。好，以后熟练了之后呢，大家就可以不用新建图层画了啊，直接画就行，直接画在皮肤层上就行。好，现在我们来画眼睛。好，首先呢，还是用这个笔刷啊，用这个铺色小牛笔刷。首先我们来给它上个妆啊，想一下我们化妆的步骤是什么？我们先把它的眼影打一下，先打一下它的眼影，先吸啊。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步骤细化的步骤会有大量的这种吸色的动作啊，会有非常多的吸色的动作了。所以如果你们以后决定自己会经常画画啊，觉得方便的话，其实可以买一个像这种小键盘啊，去买一个这种小键盘，就经常可以吸色。没有小键盘的，我们就上课啊，我们就直接用这种长按的方法来吸色。好，然后呢，现在得到的这个颜色哦，我们把它加深一点，加深一点啊，把它往现在是一个红红的颜色啊，我现在吸出来这个颜色偏紫，它是在右边的一个红啊，我直接给它往右下方拉一点。为什么要往右下方拉？是一个是为了加深，第二个是为了让它在加深的过程中啊，这个色相的感觉不要丢失，不要太灰啊，所以我稍微往右边偏一点，然后给它扫在这个双眼皮里面。沿着我现在把它放大一点啊，你们如果画的话不用这么大，不用开这么大啊，我是为了上课让大家看清楚。沿着眼线啊，沿着眼线给它扫在双眼皮的范围里面。然后呢，越是到眼线这边越重，眼线这边稍微重一点。好，同样呢，调细一点啊，把它刷在内眼睑以及卧蚕。啊，这个时候把笔刷稍微调大一点，往卧蚕下面带。你看左右眼现在已经有差别了啊。好，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眼白也给它扫一下。为什么用这个颜色画眼白啊？因为我们需要一个跟环境相匹配的眼珠子啊，眼白的眼球的颜色、亮度。好，这边也一样啊。如果来得及的同学就跟我两边都画，来不及的同学就是先搞定一边。来不及搞定一边啊。好，眉毛我们也可以给它画上啊，轻轻的呢，因为我们眉尾不是加了冷色嘛，所以我们把这个颜色往眉头扫一点啊，往眉头扫一点，然后眼头这边也可以再稍微加深一丢丢，轻轻的啊。好，教大家一个手法，教大家一个握笔技法啊。你如果想，有的同学手重啊，有的同学手很重啊，你如果想把这个手画的轻一点，你就握笔的时候你就往后移啊，把这个抓笔的部分往后移，那样你的就会变轻啊，你的力气就会变轻。这种手法呢，就适合用来铺色，扫一些啊，用来扫一些比较偏大面积，不用很精准。然后如果你要做那种小面积的刻画的时候，你就往前移啊，因为这个力距啊越短，你的这个力气越大，而且它会控制的越精准。好，这个颜色啊，我们同样的把它轻轻的呢，把这个颜色
轻轻的往这个双 C 中间再带一带，然后把这个 T 字啊，T 字部位到 T 字部位眉骨这里稍微再带一下，因为你所有的我们颜色是一遍一遍上的啊，你所有的颜色加了就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实你画了一个局部之后，你其他的整体很可能都要跟着动。所以上色啊，它很多东西不是一遍到位的，大家一定要胆子大一点，胆子一定要大一点，要学会去时时刻刻去审视自己的画面，判断自己的画面啊，审视和判断自己的画面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就往下走，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啊。包括呢，我们这个笔刷刷小一点，用它来再去刻画一下这个脸的周围。刻唇沟，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冷色和这种暖色混在一起了啊，混在一起了，所以颜色啊，你分不清哪一块是一个完整的这个颜色还是那个颜色，它就会更丰富，细节更多。啊，我会把这个边缘啊稍微的再去给它勾勒一下。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这个颜色选完了以后啊，我们为什么就是不是只针对一个区域呢？就好像架上绘画啊，传统的架上绘画，你调了一个颜色出来，对吧？你调了一个颜色出来，你画眼睛，你这个颜料你不会浪费的，你别的地方这里你也想加一点，那里你也想加一点，然后这也不仅仅是出于浪不浪费啊，其实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操作，你整个画面的色彩它就很统一，因为你的颜色它是到处呼应的。这里也有这个颜色，那里有那个颜色啊。你看现在我就是会把它的耳垂，然后脸的轮廓都用这个眼影的颜色去加深了一下。那包括这些啊，下面的这个锁骨啊、胸锁乳突肌啊，包括脖子，你看脖子我就把它大一点，笔刷大一点，把这条胸锁乳突肌给它再刻画一下，这个边缘也给它再刻画一下。好，这个地方，那像锁骨和这个脖子的转折处啊，包括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肩膀，这个球形的感觉，加深一下。这边也是一样。好，这里也可以。然后小礼服下面的皮肤啊，这个时候我们把它调细一点，把笔刷调细一点，把小礼服下面的皮肤这层小的阴影给它再加深一点。太细了，稍微再粗一点。好，这一条你看它这条胸锁乳突肌这条筋，其实颜色蛮重的啊，我们把它从这个脖子的外围加深，然后往里延伸的感觉。把这个三角啊，这个角角给它填上。好，我现在把这个图层关了再打开，你们看一下是不是妹妹变得更立体了？所以在前面上一节课，有的同学画完以后会觉得啊，我画的人像被打了一样啊，觉得他颜色很重啊，脸很花，不会的啊，不用急着去修正它，
因为我们后面的重色还没上呢。你看我这边的眼影啊，什么重的颜色一画，妹妹是不是显得脸更白了？这个底子，因为对比之下它就变得更浅了，是不是？因为深色的多了嘛，浅色就会显得更浅了啊。所以第一步的时候，大家一定大胆的画，大胆的画啊，要看到颜色出来。OK，我们继续了啊，现在继续来画这个眼睛。好，现在我们需要给它眼白一个颜色了。眼白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啊，眼珠子啊，眼珠眼白的颜色它是都有点泛蓝的啊。你们知道什么叫做人老珠黄的这个词语的由来吗？人老珠黄的意思其实就是指人老了以后眼珠啊会发黄，它这个珠其实就是指眼珠。就是咱们中国有句古语啊，成语叫人老珠黄，然后国外有一个词叫 baby blue， 啊，英语里面有个词叫 baby blue， 就是婴儿蓝。那个婴儿蓝你们知道是怎么来的吗？那个 baby blue 也是指眼睛啊，也是指这个眼珠啊，眼白的这个颜色。就是你们看那种出生的婴儿和那种年纪小的小孩啊，就是年纪越小，这个眼珠的颜色它就是越清澈，蓝蓝的。好，这个蓝色怎么画？这个蓝色画就很像一个吸色啊，就很像我们刚才的藏色的方法了。好，到了这一步，很多同学也容易踩坑啊。你们会觉得，哎，眼睛嘛，眼白那不就是白色吗？我就吸一个白色，我就用一个白色来画它呗。用一个白色啊，你会用一个白色去画它，结果糟糕，完蛋啊！我们前面所有做的步骤，在这个白色一加，一招回到解放前，对吧？我觉得经过我们上一次课程以后，大家应该不会再随便的去按照自己对于这个颜色的命名和第一反应去找颜色了吧，去选色了吧，对吧？好，然后还有同学想，现在这个低级错误我不会犯了啊，那白色我就选一个这个纸的白色嘛，选一个背景这样的背景色来画它，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哎，好像其实也可以，比刚才好，比刚才好。但是你会发现什么？你这个背景色虽然它是灰的，虽然它已经用来替代那个白色啊，但是它相对于这个眼睛的环境来说，它还是太深了，还是太深了啊。所以这个呢，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要知道，这里面眼白的颜色它也是一个相对的，也是要画对比。我只需要相对于这个眼睛这一片眼睛周围的颜色，它是最浅的就好了，然后它带点蓝就好了。因为眼珠本来我们的人的眼球它的构造它也不是一个纯白色，对吧？啊，包括牙齿啊、眼睛，我们人的身上生物身上没有纯白色。还有呢，就是眼睛，因为它是在眼眶里面啊，它是在一个相对凹陷的低洼的位置里面，它上面又有眼皮，还有睫毛，这些东西都会给它造成一个阴影，所以它本来的颜色也不会那么的亮。再加上啊，它这里面啊还有什么血丝啊，对吧？眼头啊这种还有血丝，再加上它是一个球体，一个球体的受光本来就是不均匀的，一个球体它本来就只有最突出的啊，对于光照的方向来讲，最突出的那个地方是亮的，它周围啊，因为它是弧形，它要弯进去，它受光就会慢慢的减弱啊。综上呢，所以这个眼睛啊，本来就颜色不会是你想象的那么浅，我们就画一个跟它眼眶相匹配啊，稍略浅于眼眶的颜色就好了。好，那么同样的，它要带点 baby blue 嘛，对吧？带一点蓝。那同样的这个方法其实跟我们藏色画冷色很像啊，我们就吸这个眼珠子里面的颜色，现在吸啊，吸这个眼白原本的颜色，这第一步确定明度，那么明度就是在这个附近。好，第二步确定它的色相，我把它移到一个偏蓝的位置，蓝色，眼珠里面的蓝色就是稍微让它正一点啊，或者往紫的方向偏一点。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就是修一下这个色相，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给人的感觉还是白啊，所以不要太蓝，就让它稍微把它的色相调灰一点，往灰了走。我用一个灰蓝色，用一个灰蓝色来画这个眼睛。好，用这个颜色啊画到眼睛里面。
啊，还是那句话啊，如果动作有点慢的同学，你跟一支，另外一支就是课后你把它画完啊。好，这个是，你看这个眼白画上去以后，你是不是觉得它挺和谐的？你甚至觉得这个颜色啊，跟那个肤色啊，跟旁边的这个白，你以为是一个度的啊，其实你开了黑白去吸，说不定它这个眼睛里面的眼白的颜色比它周围皮肤的颜色还要深，但它看起来是白的，因为它深陷在一个啊比它颜色都要重的一个环境里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啊，我们来画这个眼珠子，它的这个眼珠，你能感觉到这个颜色，如果你喜欢的话啊，它是有一点点带那种棕绿的颜色。好，一般来说呢，我们默认画眼珠是怎么画的啊？如果你要画一个东方人，我们默认一般眼珠和头发颜色匹配啊，这是一个方法。那么直接吸头发的颜色，你看直接吸一下头发的颜色，把它涂在这个眼珠里面就行了。我把睫毛关掉啊。好，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啊！大家可以看到，我做的一切的行为都是为了让我们的颜色匹配，而不是说有的同学一旦要画眼珠了啊，就开始哎眼珠应该是什么颜色，我又开始在这个画面里面找啊，又开始在这个色板里面去找颜色。你如果说要画一个黑眼珠，有可能你很可能颜色会选的很深啊，所以大家发现了吗？就是我们到前面铺好色以后，深入的过程，继续深入的过程，我们就要尽量在画面里面先找一个基准色，先直接去吸一个颜色，有在它的参照下，我们再去调整，哎，比如说你想换个色相，对吧？你想换个色相，或者是想把饱和度去调整一下，一定要有一个吸色的动作，先确定这个颜色的明度，它大概一个明暗的范围在哪里，这样你画的颜色才准啊，才是属于这个体系的，而不是说每次要画一个新颜色，我就满大街去我就开始打开这个色盘去挑，像选衣服一样的啊，我觉得这个好看，我觉得那个好看，不是那种选口红色号了啊，一定我们往这个画面里面加入的任何一个新的颜色，它都是要服务我们整个这个基调的。所以最好是都是从吸色开始啊，从吸色开始，然后再去确定你新的颜色，明白了吗？都是这么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啊。好，那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画嘴巴，画一个，好，说到选色啊，口红色号，我们现在来给它选一个口红色号了。你的眼白蓝蓝的，那就是可能刚才那个颜色不够灰不够灰，你把它再往灰的地方去填一下，或者是你直接吸皮肤的颜色，用这个红的颜色再去刷一遍，两个颜色一中和就变灰了啊。好，现在我们要给它涂口红了啊，涂口红。好，吸一下这个嘴巴的颜色，吸一下它原本的颜色。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妹妹的嘴巴的颜色啊。它好像是有一点那种偏梅子色的感觉，对吧？干枯玫瑰色啊，干枯玫瑰色这种颜色呢，它就是比较冷一点，冷红色，然后饱和度不会那么的高。好，现在我吸到它嘴巴的颜色是这样一个颜色，对吧？第一步是明度，那么我要知道我口红画出来，它肯定颜色要比它现在这个颜色要深的啊，肯定是颜色要深的。好，所以基于这个，我先把色相找到。色相呢，它是一个冷一点点的红色，所以我把这个颜色往左边再移，让它稍微再紫一点点啊，带一丢丢的紫色，看一下。好，然后呢，我把它的，因为口红它毕竟是一个还是高饱和的颜色啊，嘴巴是可能你全图整张图里面饱和度最高的一个颜色，饱和度和明度都要加，那我就让它往右下方稍微走一走，往右走多一点啊。好，这个颜色，然后上去试一下。是不是还可以？还挺好看的啊。
往右下走了一些，然后这个颜色上去以后，我发现，在我的投屏上看是挺合适的啊，在我的 iPad 上面看稍微有一点点偏黄了，所以如果你想它再紫一点，你可以往左边走一点，你觉得 OK 就停在这里也行。好，把笔刷稍微调大一点，我们好来给它画一个口红。这口红呢，大家画的时候一定啊，不要太去刻画它的那个唇线，不要太去在意嘴巴的形状啊，涂出去一点是 OK 的。你看我这是一笔涂出来的啊，一笔。这是一笔。好，第二笔如果再涂的话呢，现在的美女画口红不是都喜欢那种氛围感嘛，对吧？把嘴巴一圈都画的红红的，我们可以把外圈画到人中上，往人中上画，画高一点。好，嘴角也都涂一点，然后把它涂出去，把口红往外涂，涂出去。你看妹妹有了这个口红以后，气色是不是立马就不一样了，对吧？好，然后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涂抹工具啊，把涂抹工具调的小一点，我们来修正这个形啊。如果你觉得，如果你觉得这个涂多了，你看，比如说她这个妹妹，她两边的嘴角，她上嘴唇啊，上嘴唇两边嘴角两边相对的比较薄一点，那我就用这个涂抹工具从外往里压，然后把它这个修进去一点，对吧？这样它又可以带到啊，旁边就是红红的感觉。而下嘴唇我把这个颜色啊，尽量往它的那个磕唇沟去涂，让它跟磕唇沟之间没有把这个缝隙给它填满。然后旁边呢，这两条啊，这两条下嘴唇的唇线我给它修的稍微对称一点点。然后一个朦朦胧胧啊，把这个边缘啊可以反复的去涂抹它，让它看起来比较的柔和。然后嘴角，你看它的嘴角啊是比较圆的，收进去的啊，所以嘴角这里给它往里带一点。好，人中这边就是给它一个模糊感啊，不需要那么清晰。好，我们说了啊，一个颜色啊，你拿出来以后别浪费它啊，颜色拿出来以后别浪费它。那这个颜色，这个口红颜色，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它来画点腮红？好，我把这个笔刷啊切回到这个上色的笔刷啊，把它调大一点。然后我们试一下啊，把这个口红的颜色呢，轻轻的扫在它的脸颊，看看合不合适。这个时候一定手要轻啊。如果你觉得你手太重，或者是你这一笔上去，你觉得颜色重了或者是什么，你可以在这个色盘里面去微调啊。我不动不代表你一定不动，因为我是可以，我觉得这个颜色 OK，我可以控制我的手啊。我觉得扫上去是刚刚好的。好，如果你觉得你的颜色太重了，或者是不够啊，你可以在这个周围啊，往这个周围移动移动，找到一个你觉得最合适的。好，我给它再画个腮红啊，把这个腮红你看打到它的横着扫到它的苹果肌下面，你看沿着这个啊，沿着它的这个眼眶，就是说这个双 C 线的下边缘，你沿着这个结构去扫，这个结构很妙啊，你沿着这个结构去扫，就会觉得这个女孩子这里嘭嘭的，有一种混血感。好，然后呢，顺便把她的鼻梁这一块啊，这一块给它连起来，鼻背啊，这个是属于鼻背、鼻坡这一块给它连上。
好，然后再带到他的鼻尖。这鼻尖我就在这画 U 型啊，画 U 型，看。好，所以我把这个颜色放在这里，给大家做个标记啊。画哪一块？这一块。这一块打腮红，然后呢，这一块竖着画点鼻影，然后这个鼻头啊，用这个 U 型去给它扫一扫。这个也可以截个图啊，这个可以截个图。这腮红涂抹的面积就是这个样子的。截到了吗？哎，这个软件可不可以截图啊？CC Talk 能截图吗？我自己截一张啊。对，我来截。OK， 不可以啊，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行，我来截啊。那个下课你们提醒我，把这个分享给你们。好，然后鼻子这一块啊，因为我们现在是用一个饱和度比较高的颜色来给它画了一下。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饱和度降低一点，再来刻画一下它的这个鼻子的结构啊。再来刻画一下这个鼻子的结构。饱和度降低一点，我们把它，把这个小圈圈往左移动，它是不是就灰了？好，然后我们可以换一个颜色了啊。因为我们如果想画出它脸上的颜色层次丰富一点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紫红切换到这种棕红，我们把这个红挪到这边来，挪到左边啊，用一个偏黄一点的红棕色。你看，你这个颜色是不是它就，对吧？跟刚才不一样了啊。我们用这个颜色再把刚才我画的那几个区域啊，再给它加深一下。首先画哪里？这个鼻背这两边轻轻的扫。然后它是一个水滴型的鼻子，你看到没有？它是一个水滴型啊，所以我们在画到中间的时候，画到这里可以进来一点，然后这个下面给它画圆一点，它就变成这样子的形状啊，变成这样子的形状。这里给它横着画一点阴影，它就会像一颗水滴，这个鼻子就会显得很有立体感啊。画到这里，进来一点，然后横向画一点阴影。这简直就是现在美妆博主化妆的那个技法的那个插画版啊。好，先把这边也画了啊，把这边也画了。好，太重了啊，太重了，我们就用这个涂抹工具给它过渡。过渡的时候，这个鼻梁，你看这个阴影啊，我们就让它往里面挤压，往里带，让它这条高光细细的，看到没有？往里给它带。好，这两边往外面带，这里横着给它拉一拉。好，记得这边啊，这个鼻梁的两边一定要和它的腮红和它的苹果肌去做一个衔接。那也就是说这个三角，来，我再给你们画一个示意图。那这个往里画，对吧？然后这个地方扫一片阴影，然后这个地方是画个水滴形，然后这里一大片啊，这一大片一定要过来，一定要过来跟它的这个腮红去衔接。再截个图，这个能看懂吗？我的这个示意图能看明白吗？这样去画它啊。好，然后大家啊，涂抹工具和这个笔刷使用的顺序没有一定的要求啊，你可以反复横跳，你可以抹完再刷，刷完再抹，画多少遍，来来回回画多少遍都可以，以你最终的这个效果为准。你像这个鼻梁对吧？想要它画的再细一点，就从这个双 C 这里面再往里走一点，轻轻的啊，往里走。
这边轻轻的往里走一点。所以你画的颜色一定要轻，下手要轻，就不会翻车。然后再配合我们的各种涂抹啊什么这些啊，配合这些其他的这个工具，好，轻轻的把这个鼻梁，好，把这个水滴形给它画出来。中间你给它画个小的横截式的这样一个阴影。好，不要忘了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你看，我们要以它的这条线，要以它的这个双 C 线的这个内眼角的这个地方，山根这个地方为准。山根这个地方是最细的，然后山根往上它还是要有一个这样的倒梯形的动作啊。所以我们画这个流出来的高光的部分，一定是要有一个这样的走势。很多同学画着画着这条高光的形状就不对了啊。这条高光的形状最后要成一个什么样子呢？成一个倒梯形，这里一个倒梯形，然后这里一个细的，一个细细的这个圆柱形或者是有一点上窄下宽的，然后这里是一个圆形。我再截个图啊，让它形成一个这样的特点。我们现在在画鼻子。好，这个特点，大家到了这一步以后，你除了像刚才我说的用那个阴影的颜色和用这个涂抹工具去涂，到这一步以后，我们可以干嘛？可以吸色了。那用笔刷，你吸取你任意的这个画面上的颜色，因为我们现在吸的是一个成品的颜色啊，它等于是一个2级色了。你吸这个颜色再去修它，它会更自然。好，你如果想修这里面的高光的形状你就直接吸这里面的形状，你看，直接吸这个形状，然后把这个梯形给它修出来。这边直接吸色往里画，吸色往里画，你想画哪里你就吸哪里，get 到了吗？想画哪就吸哪然后这个地方呢，边缘这边吸它，吸这里，把这个鼻尖给它画的圆圆的，吸中间的这个颜色，吸中间这个颜色打圈圈，往外轻轻的中间多打几圈，往外然后少打几圈，它的这个球形这个圆形的感觉就出来了。好，然后呢这个鼻尖鼻尖它是最那个啥的，它是一个球形，所以它往下其实颜色会深一点，我们就吸，来，我们就可以吸这个卧蚕底下的颜色，或者是双眼皮里面的这个颜色，我吸一个卧蚕尾巴的颜色好了。好，这个时候大家画细节的地方可以切换笔刷可以切换这个笔刷，大家可以找到我的2022新春吧，应该是2023-0623年6月的那个笔刷。这一组2023-06，然后找到第一个找到第二个细节刻画笔刷找到了吗？细节刻画笔刷用这个笔刷。好，这个笔刷它是一个比较细的，如果你刚才有的同学用那个小牛觉得太粗了那个画不精确的话，用这支细一点的笔刷这个细一点的笔刷把下面的这个海鸥线刻画一下，这个海鸥线沿着它，好，然后慢慢的往上越画越轻，往上再画几层，把这个球形的感觉画出来。好，这里可以再笔刷调重一点把它这个横截面，这个横截面画到哪个位置有的同学可能画的靠上了，有的同学画的靠下了，
以什么为标准？以你的这个鼻尖，那以你的这个鼻尖，这里是一个球形为标准，看到了吗？啊，这个横截面画的这个位置，那这个鼻梁的这个小阴影画的这个位置，刚好是跟你的这个鼻尖这里成一个小球体的，它就会鼓出来，对吧？像那种啊盒形鼻啊，那种欧美人的那种很有立体感，又有起起伏伏的那种小肉鼻子，这个小球球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为了突出这个球形的感觉，所以我们在这里画个横截面，横截式的啊阴影。画完以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用这个涂抹工具，涂抹工具一定是有方法的啊。涂抹工具你是带方向、带形状的、带目的的去涂抹。那把这个上面的高光的地方给它摊开一点。啊，下面这个鼻梁，你如果想让它细一点，就往中间挤一点啊。然后这个球形的形状，你如果想让它明显一点，你就打着圈画。好，到这一步啊，有的同学会出现新的问题啊，会出现新的问题。有的同学觉得啊，好像我画的太重了，太明显了，这个鼻子啊，有点太过了啊，被这个照片牵着跑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一切啊都是有办法的，还记得吗？啊，我说过的啊，粉底遮盖大法，一切问题都可以归零。你用粉底，用粉底色。那如果你觉得这个鼻子重了，或者是你想让它稍微再柔和一点，你在旁边附近吸一个，跟它稍微接近一点。你这个时候不用去吸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太白了。那你跟这个鼻子附近吸一个和它差不多的，比如说这个啊鼻子下坡了，这个脸颊苹果肌上这个颜色啊，然后用一个大笔刷，用一个铺色小牛笔刷把它调大一点，轻轻的啊，全面积的给它覆盖一下。你看这一笔上去以后，是不是就柔和了很多？啊，所以记住我们的这个粉底遮盖大法啊，一切问题出来了，你觉得好像不可控了，你都可以用这个粉底给它盖一圈，其实就等于把它稍微找平一点，然后你可以再进行一次我刚才说过的那个雕刻的动作，大家 get 到了吗？好，那么这个鼻子两边啊，这个鼻子两边，好，回到我的这个细节刻画笔刷，鼻子两边我们不追求画一个这样的很明显的这个两个细的这个鼻翼的线啊，但是我们可以画出它的形状。好，稍微画出它的形状，然后注意这个边缘，注意这个边缘啊，大家不要去画一个特别弧的这种弧形，这样不好看啊，就是类似于这种梯形、三角形的这种结构就好了。而且呢，这个边缘我们让它离这个鼻孔啊，你看离这个海鸥线的末端稍微有一点点距离啊，来指代我们这个鼻子的厚度，这个叫什么鼻翼的厚度啊。好，然后可以吸，你看吸旁边的这个颜色，把它这样斜着画上去，过渡上去，太斜了，稍微缓和一点。啊，吸旁边的颜色，如果你画宽了啊，如果画宽了，你就吸旁边的颜色，把它带进去一点；如果画窄了，你就用它本身的颜色往外来一点。然后这个地方建议啊，弱化它的关系，弱化它的关系啊，不用画的非常的清晰。然后你甚至可以用这个涂抹工具啊，把这个边缘给它那个一点啊，给它处理一下，画柔和一点。啊，那么鼻子画到这里差不多了啊，后面我们就交给高光了，高光一点啊。好，我们现在继续来刻画这个嘴巴，我们继续画嘴巴啊。好，吸一下这个嘴唇的颜色，
嘴巴我们知道越靠近口裂线，它的颜色是越深的，因为它是一个立体的，对吧？好，在这个基础上怎么把颜色选深呢？就吸口红的颜色，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颜色直接把这个小的圈圈往右下方拉，往右下角走，斜着往下走，你看得到一个更深的颜色。我们可以用这个颜色来刻画它口裂线里面的这个部位。好，这个时候我用的是细节刻画笔刷了啊，我用的是细节刻画笔刷。用这个笔刷，这个笔刷你可以稍微调大一点，哎，把它画在口裂线的上下，然后上嘴唇接近口裂线的部分也可以来一点。好，我们在这里要预设一个光的方向了啊。你看像这张图我预设光是从偏右边一点的方向来的，因为你看它的脖子它的脖子偏左你看它的脖子右边的阴影比较重，它身体也是稍微靠右的。然后我这个高光的主要是你看眼睛的眼神光的位置，我画在正当中，稍微靠右那么一丢丢，对吧？所以右边的光比左边略强一点啊。好，那么我就可以把它的上嘴唇，一分为二，看在上嘴唇一分为二，把右边这边画深一点，因为你想象一下，如果它是一个尖尖的嘴巴，对吧？它这边是凸出来的，光从这边过来会把另外一边的那个挡住一些所以另外一边要暗一点，这样它的结构就会更鲜明。好，那么同样的下嘴唇也是，下嘴唇它的两边，它中间是最鼓的，然后两边是往上收的，特别是右边右边会在暗部里面多一点，所以右边我给它一个这样的截面之后嘴巴你看就这里这么宽，剩下的部分我给它加深，嘴角的部分给它加深。好，然后转到这个下嘴唇，转到这个磕唇沟这里，它是不是要往底下去过渡对吧？好，这下面也给它加深。好，另外呢，如果我们想画出那种美女，就是这个嘴巴这里下嘴唇平平的，不要那么鼓，而且是两个下唇结节，对吧？下唇我们学过结构它是两个下唇结节，那么我们在中间在它的下唇正当中也可以画一个暗一点的地方，然后呢把它往下延伸。我们不要让中间这个高光区域太宽，中间这个高光区域越宽会显得嘴巴越嘟其实我喜欢这里稍微平一点的感觉。好，这边也是给它一点点嘴角加深一点点，然后我们就可以用涂抹工具，把刚才这个地方全部给它均匀一点，然后这个嘴巴这个尖尖这里你可以用涂抹工具往下带，把它当成是一个笔刷一样。这些地方嘴角该晕染的还是跟一样的，跟旁边的颜色，我们把它晕染到一起。这个地方下唇我们横着走，你看横着这样去晕染，把它挤压到中间只剩一条窄一点的这种高光的位置。好，这边给它过渡了。好，这个中间我用笔刷把这个嘴唇中间再给它压暗一点，让它这个收进去让它这个下嘴唇收平一点。所以如果你们自己，你看你们自己的嘴巴如果大家观察自己的下嘴唇，如果你觉得太往外凸了，因为大家不是都比较喜欢那种上唇包下唇的感觉嘛，对吧？下唇如果太往外凸，有点那种地包天的感觉如果喜欢那种上唇
鼓一点，下唇收进去一点的话，大家在化妆的时候就可以把下嘴唇颜色画深一点，并且在中间呢，在下嘴唇中间这里加深它啊。好，越是到口裂线接近口裂线，越是把它压的重一点，压重一点。好，这个涂抹工具和笔刷可以反复的用啊。我现在就是用涂抹工具，把它中间这个高光也给它蹭的颜色深一点。因为我如果高光高光的颜色跟这个口红的颜色落差对比太强的话，会显得它过于的水光感啊，也会显得很嘭。因为它这个嘴巴是一个哑光的，偏哑光的质感，所以呢，这里的亮色和暗色之间不要相差太多，让它低调一点。对比给它减弱一点。好，我们继续啊，再加深，把这个颜色再继续往右下走。这个时候你可以看看你嘴巴嘴唇里面的颜色啊，想往哪个方向偏。那我想它更冷一点，我就把它再往紫色的色相啊，再往紫偏一点。色相你看，再往左走一丢丢啊，然后再往右下，得到一个更紫的颜色。我用这个颜色，你看现在这个颜色变这样了。最开始的口红的底色是这样的，现在变成这样了啊。用一个更深一点的紫色，进一步去压暗这个口裂线，然后呢，压平这个下嘴唇。好，可以用这个涂抹工具，上嘴唇这里啊，把它修掉，把它受影响的地方修掉，然后让它这个深色只出现在下嘴唇。你看这个口红一扑，这个口红一画，是不是又显得刚才眼睛没有那么重了？很多同学刚刚画眼睛的时候，觉得好像眼睛的颜色画太重了，眼影太深了，是不是？啊，你看所有的东西它都是有个相对的，当你别的颜色一重，你原来的颜色就变淡了啊。所以不要急着去给自己的画面下诊断，这个是要累积了一些经验以后可能会判断的更准确啊。所以刚开始大胆的去画它，并且你画到后来觉得，哎，我画完以后觉得这个脸越来越淡，越来越平了，怎么办？你就往上加啊，加深它。包括你看这个眼影现在很淡了，对吧？我可以吸这个口红的颜色啊。吸这口红的颜色，或者是你看我直接在这上面吸，在画面上吸一个你喜欢的颜色。好，画大面积我就用这个铺色小牛啊，换一个笔刷，然后把这个眼影再加重一点嘛。好，回到眼珠子，我们这个眼珠子它是中带一点点绿啊，那我就吸一下这个虹膜的颜色。你看画任何的颜色，你要改色你要加新的颜色之前，你都要吸一个你想要画的这个部位啊，吸一个颜色。你看吸出来，现在是一个这种红棕色。你想要它带一点绿怎么办？你就往绿的方向去偏。你不用不一定非得直接加绿色啊。棕绿色是怎么做的？就是介于黄和绿之间，在这个往黄的方向走。其实，在红跟黄快接近黄的时候，这个颜色已经比较棕绿了，啊。然后我们把这个颜色稍微再提亮一丢丢，因为它是虹膜啊，虹膜可以颜色浅一点，就是往上或者往右上走一点点。好，我用这个细节刻画笔刷啊，画小面积我们就用细节刻画笔刷，然后刷在这个
虹膜，刷个下半圈就行了，刷个下半圈。好，然后再把中间继续啊往左，现在我往左上，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黄的啊，我想它再灰一点，那就往左边移，再往上移一丢丢，让它浅一点点，然后呢收小一点面积，把它画在这个中间。好，接下来这个操作啊，接下来这个操作我们就需要一个新的操作了。新的操作是怎么样？我们要进一步的来刻画细节了。现在我们是一个，现在我们是一个这个带了线稿的颜色啊，所以你如果想要最终画到这种程度，比如说想要最终画到这种程度，它其实是都是靠颜色啊，都是靠这个厚涂的这些技法，在这上面看不到太多的原始的这个线稿的痕迹了。我们最后怎么样把这个线稿一步一步给它去掉呢？接下来我们就要那个开始融线稿了。那在这里要不要先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啊，休息3分钟，休息3分钟，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进行下一步的细化，把线稿融进去。然后这3分钟啊，给你们消化一下。我回来了，你们跟上了吗？
今天这个内容能不能跟上？有没有觉得你们的妹妹变美了？有跟上的同学把那个图发出来让我看看。像小时候画舞台妆一样。没关系啊，是这样的，你们这是我们第一个示范，对不对？大家都是第一次画啊，第一次画你不见得成功率那么的高。你第一次画，比如说你给自己定一个60分、70分、80分，哎，我看很多同学还不错啊，还可以啊。我们就是一边听一边跟画，找找感觉，然后主要是把里面的一些那个，把里面一些理论啊这些东西给它搞清楚。还不错啊，都有在跟。你们想着第一次如果就搞得那么完美，那后面怎么进步啊？是不是？第一次跟到这个程度非常的不错啊，挺好的，我觉得都挺好的啊。好，我们继续吧，继续了啊。好，接下来我们要融一下线稿啊，把线稿融进去画，把线稿融进去画，然后我们要合并图层了。那现在我有一个这样的图层，对吧？这个图层是只有，哎，你看，只有今天的这个妆的图层啊，然后皮肤的图层，还有一个是脸啊，线稿的这个除了头发以外的部分在这里。啊，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偏厚涂感的，最后一个偏厚涂感的这个成品啊，我们就不要让线条的感觉那么的明显，因为像这种，不是说它不好看啊，因为很多同学会觉得，哎，我觉得线稿带一点点颜色也挺好看的呀，好看是好看啊，但是不代表你别的东西你就不画了，你那个我们的目标是得到一个厚涂感的东西，中间它可能有一些过程，你会觉得很心动，甚至你有的同学会觉得过程可能比结果还要美啊，但是不代表我们不去先尝试一下那个结果。如果你们真的觉得，哎，线稿，然后加一点薄涂啊，淡彩的那种感觉更好看，更戳你，你以后就这么画其实也可以啊，以后你就那么画也可以的，你不需要去把这个东西去使劲往上堆细节，去抠细节，然后去磨那个质感啊，去无止境的在这个东西里面去耗，然后最后得出一个自己哎好像还没有那么喜欢的东西啊，那你就可以比如说你可以把那个线稿画的再漂亮一点，对吧？等等的啊，以后的方向以后再说，我们这节课就先把该学的东西都学上啊，很多东西，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在第一次的那个在教学里面我可能是会堆的比较满的啊，堆的比较满的，那各种情况你们在今后的实践中，你们就是酌情的去筛选，去取舍。好，那这个我现在看了一下啊，我觉得这个人中稍微长了一点点，对吧？你看这个妹妹的人中啊，短短的，我画的这个人中稍微长了一点点，那怎么办呢？啊，两步走，首先把这个脸，把这个鼻子海鸥线。你看画就是上色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很多线稿啊看不出来的毛病啊，随时都可以调整。好，我把这个线稿鼻子的部分把它往下挪一点，稍微挪一点。好，然后呢，我再把这几层用那个液化啊把它拉下来。大家要知道啊，我好几层啊，这个是好几层，比如说这个皮肤涂层，现在我阿尔法锁定了的，不能液化，我要把它锁定解除掉。然后把这两个图层一起选中，去液化它啊，把它拉下来。
啊，液化工具这个时候去用它，就是在你已经用那种最基础的啊调整的方法都不太好使的时候，可以用液化去调整。包括你看液化也可以去修一修你这个里面的一些小的形啊，都是可以的啊。把这个鼻梁的形状修得更那个一点。把这个山根的地方给它修细一点。你看它最细的地方其实不是在山根啊，是在鼻子中段，看到没有？是在鼻子的中段。咱们也可以去模仿它的这个感觉。来液化前后。鼻子下来了一点，人中短了一点。这些都是教大家怎么去调整的啊，包括你们画着画着觉得，有的同学画着画着可能会觉得嘴巴小了啊，或者嘴巴的位置也不对啦，或者什么的，大小也都可以调整。因为口红是一个收缩色啊，所以在上色了以后，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嘴巴越画越小，是有可能的啊。然后眼睛有可能会越画越大，因为眼睛的颜色我们都是在往外画，看到吗？眼影啊这些颜色我们都是在往眼睛的轮廓外面去扩张，但是嘴巴呢，我们其实是画在它口泪腺内部的，画在原来那个唇线啊往里画的，所以这个也是经验啊，经验多了以后，你们往后就能够先预判啊，先预判，提前去避坑。好，现在我们要合并图层了啊！大家在合并图层之前，如果还有任何你觉得不放心怕自己搞错的这种成分，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先退出去备个份退出，然后把你目前的这张作品先备份一下，然后再来新的。所以我一般我在画画的时候，在做重大的转折性的这种合并图层的动作之前我也会去备个份的。好，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线稿层我们再来给它分离一下。这个眉毛呢，我觉得是有用的所以眉毛我想把它和那个睫毛放在一起试试看。算了，我这个眉毛要么还是那个啥吧，还是复制一下眉毛我选择复制一层复制一层。复制怎么复制？选中以后，点这个拷贝并粘贴，看到吗？有一个拷贝并粘贴选中眉毛，拷贝并粘贴。好，这个时候我们多了一个眉毛图层出来，把它关掉，把它关掉然后现在脸还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把五官选出来，五官就包含什么？鼻子、嘴反正就除了这个脸型以外的东西，选出来。然后呢，也给它执行一个拷贝并粘贴的这个动作。搞错了我现在是在眉毛层选中那个选区去做了，我要回到脸的这个图层回到脸这个图层去做刚刚那个选区。你注意选区如果不对的话，你考出来的东西也不对好，然后点拷贝并粘贴。这个时候你看我得到一个这样的图层，得到一个只有五官的这个线稿。然后除了这个呢，我还保留了原始的这个线稿原始的线稿我也没丢。好，把只有五官的这个线稿拎出来，把它和我们的这个图层12，这个是五官细节吧，我把它命名为五官细节，来命名了，一会儿就要合并掉了我把这个线稿拉下来，打开这个五官细节，打开这个皮肤层。我现在把这三个图层准备合并了。合并之前呢，我要把这个线稿层的不透明度给它降低，把这个线稿层不透明度给它降低，往下拉，拉到差不多中间吧，50%左右你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看一下，拉到中间，就是这样子有这个轮廓在，但是又不太突兀。
可以跟我们的整个画面比较和谐的融在一起。好，这个五官细节呢，大家注意啊，我在画的时候，你看是有一些出界了的，看到没有？有一些东西出界了，然后还带了一些脖子，所以我把它也处理一下。你看这里还有一些衣服，身体的部分啊，我把这个地方处理一下，我把五官细节里面属于身体的部分给它单独选出来。你也可以只把五官的这个部分选出来，都一样啊，选哪个都行。反正就是把它们这两个属于不同图层的部分选出来，然后三指下滑啊，剪切并粘贴。所以大家知道拷贝并粘贴和剪切并粘贴这两者的差别了吗？那这两个我手指的这两个地方的差别。好，拷贝并粘贴是你复制一个一样的图层出来，剪切呢就是你把你选中的这个东西直接把它抠到另外一个图层上面，就把它分开了啊，分开了。好，那么我这层啊，还是回归到身体，把它回归到身体那个图层上面去。现在这个五官细节的这个图层，它就只有五官的部分了，对吧？我把它点它啊，然后把它进行一个剪辑蒙版的操作，看到没有？剪辑蒙版操作一做啊，剪辑蒙版操作一做，它就出界的地方就自动消失了。现在我就可以把选区、五官细节和皮肤啊，把这三个图层合并了。把线稿这种若隐若现的线稿层和五官细节这一层，包括皮肤啊脸的皮肤这三层，把它合并成一层。合并完了，我们看一下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好，身体啊，身体刚刚这个五官的那个地方啊，加给身体的这个细节部分啊，我也可以一样的啊，一样的把它执行一个剪辑蒙版的操作，让它只针对下层负责。好，把这两层合并。现在身体是单独的啊，你看身体长这样，然后脸长这样啊。此时如果我们再带入之前的那个，再把这个脸的这个打开的话，这个眉毛关掉，再把线稿打开，你会觉得线稿太重了啊。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线稿太重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把这个线稿层的不透明度降低了啊，降到10%几、20%都可以。就是给我们一个指导性的意见，让我们知道啊，它这些东西的边界在哪儿。把线稿给它关低了啊，调低一点。现在我们要来深入的刻画了。好，在我们深入刻画的时候呢，把线稿关掉，线稿层可以关掉了啊，因为现在线稿已经被我们融到了这个皮里面了，我们再来进一步的刻画它，把底下那个关掉。好，接下来我们可能全程会用到这个细节刻画笔刷，全程用到细节刻画笔刷，我们再进一步的去刻画一下。好，首先我们来搞一下这个眼睛啊，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在画面里面吸色了，直接在画面里面吸色，我们吸一个眼线的颜色，你看吸一个上眼线的颜色，深一点啊，深一点的颜色，我吸的是目前看起来比较深的。吸完了以后，你也可以调整，你可以检查一下，你吸出来这个颜色是一个啥样的。它如果比较靠左，你看它如果比较靠左边，那可能它的色相的信息会比较弱一点，你可以把它稍微往右拉一拉，让它显得红一点、棕一点，把它往左边这个黄色的方向稍微靠一点。这个时候就挺那个了啊，挺感性的了。这个时候的一切的选色都比较感性了啊，就要通过大家自己来判断。好，然后现在呢，我们用一个把笔刷调到适合的大小来画一下这个内眼线啊，上眼线。我觉得颜色稍微，你看这个颜色画上去稍微有一点浅啊，
稍微有点浅，它比这个下面高光周围的这个颜色盖不住。浅了我就把它再往右下角拉一拉，让它再深一点。好，选一个略深一点的颜色，我把色板放在这里了啊。好，我们用这个直接把这个眼线啊，沿着它的这个形状给它画上去。好，记得上眼线稍微画粗一点啊，稍微画粗一点。然后呢，调细一点啊，调细一点，我们来画这个眼角。这个眼角给它一个小小的圆圆的这种小括号。然后此时旁边这些任意的颜色，你看多出来的这些啊，多出来这些杂的线稿的感觉，怎么把它清掉呢？这个时候就吸旁边的这个颜色啊，你看吸这个颜色，把它直接这样涂掉就好了。吸周围的颜色，把多出来的线稿啊，给它这样子就可以清掉了。当然这一步可以留到后面，靠后一点再去做。好，然后吸这个眼睛的颜色，啊，吸这个眼线的颜色。好，同样的呢，我现在需要在它的眼皮下方画一个阴影，画一个阴影啊。好，那我就吸一下这个，那吸一下这边阴影的颜色，带着线稿一起吸，得到一个这种灰不拉几的颜色。然后我可以把它调的再稍微蓝一点，因为它是画在眼白上的，把它往蓝色方向走一走啊，这种普蓝色，然后让它再灰一点，然后扫在这个眼线的下方，轻扫啊，可以稍微再浅一丢丢。包括这个眼头，那这个内眼角和外眼角都给它扫进去一点，因为它是一个球体啊，它是一个球体，它是一个凸起来的凸面，它两边是弯进去的，所以这两边呢受光是会少一些。啊，我们把这两边加深。好，下面稍微带一带啊，下面的这个阴影啊，不要画的太重啊，上面的阴影画宽一点，否则你就变成一个阴影把它包起来，这样的眼睛会有点不好看啊。上面的阴影画重一点，因为光是从上面来的。画一个眼皮，啊，画一个眼皮在眼球上形成的阴影。OK， 好，然后呢，这个眼珠我们也直接啊吸这个颜色，你看吸这个瞳孔的颜色，以一个半圆形的方式啊，那把它一定要记得这个地方这个角，把它这个角和眼线去做一个衔接。好，给它画上一个外圈。好，内圈也一样，吸你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深的颜色，吸你可以看到的最深的颜色。啊，从这个眼线这里啊，我们要让眼线和这个眼珠啊，这上面把它连成一片，让它有那种连成一片的感觉，朦胧一点。你们最好不要开到这么大去画啊，你们开到大概这个样子去画就可以了。这样有一个大局观啊，有一个大局观。我是为了让你们看清楚啊，我会把它开的更大一点。然后像这些地方给它多衔接一下，轻轻的。就是这个动作是为了让我们的眼线看起来不要太细啊，所以我们画着画着一定要把它缩小，从大局观去观察它。我们要得到一个粗细合适的一个眼线，不要太细了。好，并且把它延伸到这个眼珠子里面来。好，然后把它画成这个
把它画到这个瞳孔里面啊，把瞳孔这一圈涂黑。好，接下来我们就要上这个涂抹工具了啊，涂抹工具，用涂抹工具。那首先把我们的眼白，笔刷小一点啊，涂抹工具的笔刷稍微小一点，把我们眼白这个地方抹均匀。在涂抹工具用过了以后啊，之前的那些线稿的部分啊，就会被我们涂抹工具给它涂到混合到这个颜色里面了啊。所以涂抹工具是用来去掉线稿的一个好的一个工具，好方法。好，那么这个过渡啊，这个眼白的过渡不要看出一个明显的边界，就是让它自然一点啊。到面积大一点的地方，我们就把笔刷调大一点啊。这个地方让笔刷调大一点，旁边给它调细一点。好，眼白过渡好了之后，我们再来过渡一下这个眼线，画哪里就调哪里的粗细啊，把眼线，然后这种地方细细的用涂抹工具走一遍，可以走到外圈去啊。你看，可以往眼皮上走，让它和眼皮有一个朦朦胧胧的过渡的感觉，这样子你画的画面就不会很死板。而且呢，这个步骤啊，就把线稿给它融掉了，里面也是，里面就往下抹。好，这边这个小三角，这两个小角角啊，眼珠子和眼线形成这种角角，给它抹掉。好，眼珠我们就顺着画的方向啊，你看这个外圈，我们就以这种放射性的方式，以这种从中间往外放射的这种笔触去涂抹它。把笔刷可以开大一点。好，这个边缘，你看边缘，用轻轻的啊，跟它的这个眼白去做一个过渡，抹掉以后就非常的平滑了啊。好，然后虹膜里面也可以给它这样走一圈，包括这个什么啊，上面的这个阴影。因为这个阴影它不只是出现在眼白上啊，眼球上也会出现上眼皮的阴影啊，这个在画线稿的时候就给大家讲过了。好，然后呢，把这个这种高光啊，高光你不一定非得要保留它，我们后期再去点，所以这个位置留不留都没关系，我们就把它去掉吧，为了不影响大家上色啊，把它去掉。好，把这个里面瞳孔给它抹了，所有的地方可以尽量不去，尽量不再去露出铅笔的线稿的痕迹了啊。然后这个眼珠记得画的时候，你在涂抹的过程中，可能有同学会越涂越大啊，控制一下它的大小。你可以如果觉得大了，你就把笔刷调大一点，从外往里啊，控制一下它的这个形状。当然，在你抹掉线稿之后啊，很多同学会有点恍惚，你不确定你的这个形现在还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把那个偶尔开一下这个原来的这个线稿啊，把原来的线稿打开一下。如果你的位置已经有点模糊了啊，不确定了，你可以这样子，那打开一下原来的线稿层，反复确认一下。啊，注意我们画的时候一定要有大局观啊，不要一直就放的很大去抠，一定要看一下整体，看下整体的感觉啊。好，你像这个，我觉得跟左边，你看跟左边比起来，我觉得它这个瞳孔有点大了，那我就把这个瞳孔往里缩一缩，用涂抹工具把虹膜的位置给它
放大一点。get 到了吗？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画，切换回这个细节刻画笔刷，我们可以继续吸一个颜色，我们可以吸这个上眼线的一个颜色，吸上眼线的颜色，然后呢，我把它调的稍微比上眼线的颜色要淡一点点，因为下眼线不用那么重我把它往上走一点。好，这个时候我先把它的眼腹这个区域，这个小括号给它画了，然后呢，沿着内眼线走一圈沿着内眼线，因为我们这里不是有一个内眼睑吗？它有2层我们沿着里面这层用细一点的笔刷，这时候把它调细一点，调的细一点去走一圈。这个时候你就不用走这一圈的时候，就不用管我们原来给这个高光预留的位置了，有的那种线稿里面的小缺口原来的高光的位置就不用去管它，直接去画了，因为高光我们是后面会单独去点的。这一圈给它画了。好，然后呢，我们再吸它的这个内眼睑的这个颜色。我们内眼睑一般在有天光的情况下，正常光线下其实是比你化了妆的那个，可能是会比你化了妆的卧蚕或者是外眼睑的颜色可能要淡一点，灰一点。好，我吸这个颜色，然后把它往灰的地方拉往左边拉，可以往左上拉一点，往灰的地方拉一点，然后把这个内眼睑涂灰。顺着它的那个肌肉皮肤的肌理的纹理的方向。好，这个颜色我们可以去让它和我们刚刚画的那条内眼睑的颜色去碰撞、去融合。所以大家在画的时候，色块和色块、颜色和颜色之间，你不要害怕打架不要害怕互相影响。你千万不要说我不能碰到你，所以我们之间还隔了一条这样画出来很多的那种空隙会很难看。我们的颜色应该怎么样出来？就是在颜色和颜色之间的那种博弈中间去给它卡出来的。怎么叫卡出来？现在呢，我为了卡这条线，我去吸眼白里面的颜色。你看，我去吸眼白里面的颜色，再去修正这个边。那这边眼白就吸这边的眼白的颜色。画着画着，因为它颜色会变你要经常吸色，然后把这个颜色给它修出来，把这个边缘给它修出来。你看修了一下，它是不是就变干净了？就变干净了所以这个里面内眼睑的颜色，我们也是可以把它往卧蚕的方向去带一带，混在一起，让它外面这个边缘不用那么的清晰可以稍微糊一点点，否则看起来它的边缘太生硬了。好，上面这些眼线的颜色你也可以随时去修它，让它的形状看起来不要变形还是维持它的那个这种流畅一点的 S 型，包括这边。好，这底下的眼线的形状给它卡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画它的眼皮，画眼皮。那它的这个双眼皮我们就直接吸这个双眼皮的颜色。吸完以后，
让它稍微饱和度加那么一点点啊，往右上方走那么一点，然后来刻画这个双眼皮的这条线。双眼皮这条线我们画的时候呢，要注意它的结构，让它上面紧，下面松。什么意思呢？就是让它上面啊，这个线我们首先不是细细的一根线，那不是一根细细的线，它是一根有一定宽度的线。那么这个线的宽度怎么样去画它呢？那我们要让这根线的上边缘锋利一点，下边缘松，就是让它的下面，那跟下面有个过渡，有一个阴影的感觉。我把它夸张一点画，就是这种感觉，能 get 到吗？它虽然是一条看似是一条线，但其实它是一个有过渡的一个小小的窄窄的一个面的感觉啊，这样去画它，能感觉到这根线的松和紧吗？感觉到吧？它是不是一边松一边紧？那上边缘啊，它是比较紧一点的，它们这两个交界线是很锋利的，但是它这条线和下边缘它是一个柔和过渡的过程，这个就是双眼皮线的画法，因为它的眼皮是一个褶子，这个褶子等于是上层盖着下层，对不对？好，所以它盖的那个动作是清晰的，但是它盖完以后，它会在下层眼皮上形成一个阴影啊，形成一条闭塞和一个阴影区。啊，所以你要把这个眼皮的质感给它表现出来，就不能只画一条细细的线啊，而是要把它画成一个面的感觉。当然，这条线呢，我们要让它灵动，也不能像这样画的很均匀的一样宽啊，从头到尾一个宽度。你可能在前面让它窄一点，对吧？然后再比如说这个妹妹的眼睛中段啊，对吧？双眼皮的中段和尾段，你给它加粗一点啊，是这么个意思。操作起来啊。操作起来怎么操作呢？啊，吸这个颜色，然后把这个双眼皮线先细细的画一条，好，然后慢慢的啊，沿着这个线往下，通过我们控制手上的轻重啊，让它往下有个过渡的感觉，让这个双眼皮上层在下层有一个阴影的感觉。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吸上层眼皮的颜色啊，吸上层眼皮的颜色，去卡这个边缘，你看吸这个浅一点的颜色，把这个边缘上边缘是不是可以卡的锋利一点？那把上层眼皮啊，你到了这里颜色不一样了，你就再去吸它附近的颜色。而且其实这个眼皮的上端啊，比它的眼周的颜色略浅一点是更合适的，因为它有一个厚度，那就画出来会有一点点啊，这里会有一点点颜色更浅一点，是合理的啊，就这样去画它，显示出它有一个厚度眼皮，这样去画它，是不是就比较有立体感啊？然后你在局部去加重它，比如说后面把这个加宽一点，中间这个加深一点，中间加深一点，后面给它再继续啊，把这个颜色加重，这里加深一点。好，其他地方你画完以后，如果你觉得太死板了啊，太重了，就可以用什么我们的我说过的啊粉底遮盖大法，你就吸一个相对来讲浅一点的周边浅一点的颜色，给它先拿淡淡的这一层刷一刷，它就又淡了啊。学会这种方法。好，然后我们吸这个眼皮中间亮一点的颜色，因为它整个眼皮啊是包裹住眼球的，眼球是一个球体，对吧？有球体它就有起伏啊，有起伏它就会有最高光的地方，我们就把中心点啊吸这个亮色，把这个眼皮双眼皮褶子里面这个中心点高点啊给它稍微平着带一带，让它这个地方更亮一点，它是不是这个体积感就出来了？觉得中间是鼓出来的，对吧？中间这个鼓起来的感觉就有了啊。好，然后这个浅一点的颜色呢，比如说你吸一下这个眼头这个浅一点的颜色，我们也可以画在内眼睑的部分，内眼睑这个下面，让它亮一点，就是颜色不要太均匀。好，眼皮就这样子啊，
打造出这个眼皮的效果。好，然后里面的眼珠啊，我们再进一步刻画一下，它会有红血丝，这个红血丝我们就可以吸这个眼皮上的红色了啊，吸一吸眼皮上的红色，然后沿着，你可以看你这笔进去，你觉得深了还是浅了？你看我觉得有点浅了，你看我开了一下这个黑白关系，我觉得这一笔下来，这个边缘有点亮啊，所以我这个颜色可以稍微再深一点，然后因为它是血丝啊，它可以红一点，饱和度稍微高一点，我就把它往右拉一拉啊，往右下稍微拉一拉。好，用这个红红的感觉啊，去刻画它的两个眼角，内眼角和外眼角。我们可以用这种发散式的，然后从里往外，这边重一点。好，这边也是。用这种发散式的方法，两边往里面去画一点这种红色，然后把下面啊，把下面也给它画了。然后呢，这个颜色啊，你大可以过渡到这个下眼睑的这个内眼睑的面积上来，不用画的那么的泾渭分明，让它这一片颜色朦胧一点。好，这个地方也是啊，下3白的地方给它填一点红。好，然后可以用这个涂抹工具，这个时候涂抹工具就稍微克制一点啊，不要全部把它抹得很均匀，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颜色了。因为眼底是一个蓝的啊，是一个冷色，然后血丝又是一个暖色，冷色和暖色大家在涂抹的时候一定要克制啊，不要无穷无尽的去涂抹。当你搅拌的太多次了以后，它颜色就会发灰啊。你们要知道，冷色和暖色撞在一起，它最后你如果搅拌的太均匀，它会变成一个灰色啊，所以就容易显脏。这个时候在涂抹的过程中啊，就克制一下我们的这个力度，不要把它涂的过于均匀了。有的地方就把它这种边缘过渡的地方给它稍微扫一扫，其他的像这种该红的地方保留一点它的红。好，眼珠子啊，我可以再抹一下。好，现在我们来画她的下眼皮啊，下眼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妹妹她的有一个下眼线啊，下眼线是一个比较模糊的线，它跟上眼线不一样，上眼线很清晰，而且大家知道啊，我们画在下眼周的颜色要普遍比上眼周稍微用色要淡一点，所以这个下眼线呢，我就不用上眼线的这个黑色来画，我用上眼皮的这个双眼皮的这个深色啊，我吸它双眼皮的这个颜色。我吸双眼皮的颜色来画这个下眼线，然后这个下眼线它也不是一条啊，我们把它晕染开，往卧蚕的方向，这里甚至让它不要看出一个线的感觉，让它是一片，把它往卧蚕的方向去晕染。现在我们用到的笔刷因为比较的细，所以在画的过程中会留下挺多的小笔触的啊。所以如果你介意的话，你就用那个涂抹工具。好，这个眼线这里比较深，对吧？画完以后，我们再往旁边去晕染的话，我们就会稍微简单一点它了啊，稍微提亮一丢。然后我们把这个卧蚕的这条边给它画了，卧蚕的这个边缘。画个，你看超过一半就让它消失。消失是怎么画的？不是戛然而止啊，你画到这里消失不是戛然而止，是什么？是把这个尾巴慢慢的变淡，然后把它扩大啊，把这个尾巴跟它的上面去衔接，然后把它往上，然后下面也可以扩一点。
因为下面是属于黑眼圈的面积了啊。好，所以这条卧蚕大家不要画的太细了，稍微带一点宽度啊，上下都可以来一点这个晕染。然后我们用这个涂抹工具啊，把它的卧蚕、下眼线这些地方都抹一抹。那这个时候涂抹工具最好是顺着它的生长纹理啊，然后顺着这个眼睛的弧度去涂抹它。你看现在左右眼是不是已经差蛮多的了，质感上。好，然后我们现在来刻画一下它的眼珠子啊，眼珠子。这个画完之后也可以再去强调一下这个下眼线啊，下眼线，因为现在如果你已经把它抹的挺糊的了，那还可以选一个刚才我们上眼皮的这个双眼皮的这个颜色，把它细一点，然后我现在画进来就是不显啊，那我可以加深一点点，把它往黄的方向走一点，加深一点点，然后让它这个下眼线啊还是有局部的有那个线的感觉，但是我只是局部这样来个一两笔，而不是去画一条包的死死的线啊，画那个包的太死的线就是感觉会过于呆板。然后这个地方也是眼头啊，提一点饱和，眼头提点饱和，眼头的颜色浅一点啊，然后把它从里面，你看从这个内眼睑里面给它带出来，把这一片给它带出来。好，然后用这个涂抹工具抹一抹。然后画一下眼珠子啊，眼珠子看大家的喜好，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就是那种所谓的像你们买美瞳，不知道有没有那种说法，就是熔瞳度比较高一点的，就是边缘啊比较柔和的。然后也有一些人喜欢边缘比较锋利的，那我们就在这里用一个稍微中立一点的态度吧啊，就是不要这么的糊，但是也不要过于的锋利。那这种怎么画呢？就吸色啊，这个时候你看两个颜色都已经出来了，你想让它的颜色和颜色之间的这个交界线卡成什么样子，你就去用这个两个颜色，你就不停的反复吸这两个颜色去做它。现在我就可以吸这个眼白，你看吸眼白的颜色，啊，把笔刷稍微放大一点点，轻轻的啊。不停的吸色啊，去过渡，去把它这个边缘修一修，用眼白的颜色去修。在修的时候一定不要破坏掉眼白本身的这个关系啊。你看你到浅色的地方，你就用浅色去修它，不要破坏黑白关系。当然了，如果你实在是破坏了啊，后期还可以再去补救。那用这个眼白的颜色，把这个眼珠的形状给它修一修，它是不是就圆了？好，修完了以后，你会发现我的眼白这里脏了一圈脏了啊，脏了怎么办？我就吸这旁边的颜色，把它调亮一点嘛，再去补啊，重新把这个眼白大面积的把这个亮色再给它补上来啊，然后配合一些涂抹工具，把它往旁边抹一抹啊。总之这个就是非常常见的厚涂的画法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这种厚涂很少有一步到位的颜色，你要一直要有耐心的去反复观察它，反复调整它。好，包括你看现在这个颜色啊，我现在觉得这个眼睛两个眼头这边的血色有点灰，这个时候怎么办啊？你看这种颜色两边的眼头的颜色灰掉了怎么办？解决它，解决它，怎么解决？吸这个颜色。你看它现在是一个很灰的颜色，
我就用一个比较极端的手段，你看吸完这个颜色之后啊，我把它选一个稍微红一点啊，然后呢往右上方拉，往右上方一个大的拉的动作，你看我从这里啊走到了这，现在我是不是得到一个饱和度非常高的颜色？我用这个铺色小牛啊，然后给它轻轻的抹在上面，是不是就红了？就红了吧？好，这个红色画完以后，你看眼白的位置又被侵占了啊，我就吸这个眼白的颜色，你看吸眼白的颜色，吸出来的颜色大家注意是一个现成的颜色啊，是一个混合色，所以你可以调整它，还是把它往我刚才那个蓝蓝的方向，蓝一点的方向，稍微亮一点啊，然后反向再去做，你看你多了啊，我又画回去，对吧？我多了，你又再打回来，就好像两个国家一直在争夺这个领土一样啊。所以这种很微妙的渐变啊，中间的这个过渡，我们就要反反复复这样多去尝试啊，甚至也可以用到用一点这种涂抹工具，把它的颜色这种血丝感给它拉扯一下，带一带。好，然后这个涂抹工具啊，我再把这个内眼，再把这个眼线给它过一下。好，现在呢，我再把这个内眼线最后啊给它收一下，吸这个眼腹的颜色，然后把它饱和度稍微提高一点啊。我用这个细节刻画笔刷，先把这个小三角啊，还是把这个小三角给它画的红红的，然后呢，把这个眼角的这个红往它的眼皮上带一点啊，带一点，好，然后往这里带。接下来把笔刷调细啊，调细，把这个红色往回拉一点，饱和度稍微降低一点。好，我把这个内眼睑的这个线啊，给它再抠一下，这个时候可以抠细一点啊。注意这条线不能太深哦，这条线啊，这条线如果太深的话，你画出来眼睛会很死板啊。我们画这条线只是为了让它的交界线更清晰，不是为了让它这条线更深，明白吗？选一个合适的颜色啊，把它这个交界线刚才被模糊过的交界线刻画的稍微清晰一点就好了。好，然后这个用涂抹工具啊，我们可以把这个眼珠的颜色，然后把上面这个阴影往下晕染，把虹膜的这个过渡给它做出来。好，虹膜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画一些花纹啊什么的啊，去画一些花纹。有的人喜欢那种花花的虹膜，像这个，比如说我选中间这个颜色，把它稍微往这个绿的方向调一点，再灰一点，再浅一点，用这种浅的灰豆绿色这个不是浅的灰豆绿色吗？给它这样Z 字形的去点缀一些这种小花纹。好，注意啊，注意这里面瞳孔啊，涂抹以后千万不要画成椭圆形了啊，还是要保证这个瞳孔是一个圆圆的姿态啊。好，瞳孔里面其实你也可以画一点那种光感啊，可以画一点光感，可以给它在这边加一点那种墨绿色的感觉。好，吸这个瞳孔的颜色。那你要加什么颜色？这个也属于常色啊，在深色里面常色也是一样的。先吸这个瞳孔的颜色，然后呢，找到一个我比较喜欢那种偏蓝绿、墨绿一点，
好，然后给它往上走一点啊，让它的稍微亮一点，灰一点，因为绿色不用太那个，绿色不用太饱和，它自己本身已经很自带那个颜色了。好，再往上走一点。那我把这个瞳孔的这一块绿绿的这个感觉给它抹一抹。这两边也可以来一点。瞳孔的颜色其实是可以自由发挥的啊，你喜欢怎么样都可以。好，然后吸这个瞳孔的颜色深色，你把它分段的啊，可以分段的描在这个边缘，你不用死死的去卡一个黑边。好，然后我们的眼睛，有的时候我们眼睛里面啊也会有那种小的，深色的花纹，或者是类似那种痣一样的东西啊，你可以在这里加一些这种有辨识度的这种小的小的纹理。我不是给你们看过胡歌的那个眼睛吗？对吧？甚至可以在这里面藏个签名啊，画个爱心，你看画个爱心也可以，这里面可以自由发挥啊。然后这个地方画外圈，可以给它画那种不规则的粗细。好，最中间的地方，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不是预留过一个高光位嘛，对吧？我们在高光位啊最中间的地方给它再加深一点啊，把它往下卡。这个深这个颜色，因为我之前说过啊，但凡是到了你看下面这种1/4、1/3、1/3的地方，这些颜色我们肉眼看起来都是那种深色黑色，看不出太多色相的变化。所以你不一定非得用它的原本的这个棕色去画这个深色。那比如说我可以用一个蓝不拉几的感觉啊，用一个蓝的，带一点点蓝，这样它是不是颜色就有一点微妙的变化了？再把它加深一点，对吧？因为我说了这里要用最深的颜色，加深一点点。你看这个蓝色，它看起来深了一点，你仔细看它又带一点色相啊。把这个蓝铺在我们预留的那个高光位的下面，往上晕染一点点啊，去带一点点这个，带一点点这个眼线，带上一点这个眼线。你看这个颜色就层次其实已经挺多的了。啊，包括这个蓝，你想把它加在别的一些地方也可以啊，笔刷可以开大一点。啊，这个地方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这种晕染的工作，因为眼珠它是一个水汪汪的这么一个质感啊。眼珠子它是一个含水量很高的一个器官，所以你在这里面多用一些这种模糊啊，这种涂抹工具是可以的啊，是合理的。好，下面我们把这个睫毛打开看看，是不是还行，效果还可以啊。好，我们把这个眼线再给它做一个第二层次的晕染啊，把这个眼线选中。我们可以换一个颜色了啊，为了让它的眼睛啊层次看起来更丰富，我们可以换一个颜色，比如说眼头用一个黄一点的颜色，眼尾用一个紫一点的颜色试试看啊。现在我们吸了这个眼线的颜色，眼头呢，我把它移到这个黄的区域来，哎，往右上方走，往右边多走一点，用这个黄一点的颜色，你看往上做一个小过渡。黄一点，好，到中间红一点，深一点啊，中间稍微红一点，然后到尾巴我用一个紫一点的，往这边来，然后再深一点，
啊，这个中间再可以用这个涂抹工具把它稍加过渡一下，就得到这样一个眼睛啊。至于这里这些东西啊，这些小东西，其实最好我们能在那个融线稿之前把它擦掉就行了。现在呢，我们不需要这个东西啊，你直接用涂抹工具把它抹掉也行，或者直接最好是用吸色啊，吸这个旁边的颜色给它涂掉，因为涂抹工具抹完容易脏。先涂掉它，那这里吸这里的颜色，把它盖掉。先涂掉它，然后还有一些不自然的地方，我们再上涂抹工具给它修掉啊。上涂抹工具把它修掉就好了。这个眼尾给它拉长一点。OK， 好，接下来我们画眉毛。眉毛我们就用一个，也是用一个用一个头发的颜色。我们像画眉粉一样啊，用一个头发的颜色，你看，吸它，然后呢，用这个铺色小牛大面积的，先大面积的扫，轻轻的先扫出来，像画那个，像打底，给它打个底，画个眉粉。在扫的过程中，你就注意它的毛流的这种方向感和这种粗细啊，方向、粗细以及这种浓和淡。比如说它这个眉毛哪些地方浓，你就把它加深一点。它的颜色是不均匀的，比如说你看它的中段和尾段这两段啊，颜色是比较重一点的，那我就可以在中段加重一点，然后尾段也加重一点。你看眉毛的颜色，你不要画的那么均匀，它看起来是不是就比较有灵魂？然后在画眉毛的过程中呢，轻轻的啊，你看可以覆盖掉一点原本的这个笔触，但是又可以保留一点。覆盖掉一部分，保留一部分。然后比较深的地方啊，比较深的地方我们可以吸一点眼睛里面的颜色再去画它。比如说眼睛里面，现在我们不是有一些漂亮的蓝色、绿色这种吗？对吧？我去瞳孔里面吸一个这种绿色来画。把它扫在这个外边缘。你如果觉得这个颜色太深了啊，你可以把它稍微呢往右上方走一走，把这个绿色多带一点出来，然后浅一点，扫在它的尾巴上。还有这个外边眉毛可以稍微画宽一点啊，这个面积可以稍微画宽一点，因为我们后面还要再加那个毛流感。现在看一下左右两边的差别啊，已经挺大的了，是吧？好，同样的啊，我们现在就是来修一下其他的部分啊，用这个涂抹工具把这个原本你看这个双 C 线啊这些地方，原本那种带笔触的地方都稍微的给它修一修，给它把笔触抹掉啊，像这种地方给它抹掉。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颜色淡了深了，需要再去加，像这个边缘啊，需要卡再去卡。这个边缘我们就让它柔和一点，过渡过来。像这个双 C 线的这个地方啊，你看吸这个颜色，我想把它画的再明确一点。那吸这个颜色，把这个坡画的明确一点。吸这块颜色，然后呢，把它往右，让它重一点吧，往右下走一走啊，往右下走一走，把这个颜色稍微的再卡一下，让这个双 C 线再往上面过渡，往上往斜下方，再往右上方走一走，慢慢的给它这样一个过渡的感觉，还是把这个双 C 的这个过渡的感觉给它画出来啊。
另外呢，就是眼皮这里我比较喜欢，为了凸显这个眼皮的这里的一个厚度啊，我喜欢在这边加一个小阴影。这个小阴影你就随便吸一个双眼皮里面的颜色好了，用这个细节刻画笔刷，那在它的眼皮，在它的内眼角上方啊，双眼皮这里一定宽度的地方加一个这种小的。来给你们画一下形状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形状，一个这样的形状啊，加一个这样的小阴影。啊，这个阴影呢画完以后，啊，记得用这个，可以用涂抹工具啊，把它过渡一下，往外过渡，那看起来就很有质感啊。好，这边啊，凡是你觉得不够平整的地方，我可以把它过渡一下。然后像这个眼腹啊，这个三角区这个里面啊，现在我这里还有一点原来铅笔的痕迹嘛。啊，这里我想用一个饱和度稍微高一点的颜色，粉嫩一点的颜色。你看，我会吸完颜色以后，把它直接往上走，用一个粉嫩一点的颜色去把它盖一盖。好，旁边我就吸其他的颜色，给它过渡一下。啊，你看多吸色啊，多吸色，反复的去。然后这边也是这个粉嫩嫩的颜色，我是不是还可以画在这个内眼角？眼睛带点红，有那种梨花带雨的啊，惹人怜爱的感觉。然后现在这个眉毛的颜色层次也比较丰富啊，我们可以吸一点呢，这个眼头这种黄黄的、棕棕黄黄的颜色，给它扫在前端。所以你看它的眉毛是一个也是一个从暖到冷的过渡。你看后面我们给它铺的底是比较偏蓝的，然后加的颜色是比较偏绿的，对吧？有一个过渡啊，吸这种绿绿的、蓝蓝的这种深色，画在它的后面加重一点。你看卧蚕这个地方，我现在感觉不太清晰，它这里啊，这个弧圆弧有点模糊，我就可以用吸色啊去画也可以，然后或者用涂抹工具去抹一抹也可以啊。好，这颗痣是原来的铅笔的颜色啊，那我就可以吸一个肤色一点的，比如说双眼皮里面的一个棕色的感觉啊，给它把这个痣点上。这种痣大家可以稍微画大一点，因为你画的太小了，你远看就没了啊。可以画大一点，但是颜色不要太深，用这种棕色的。然后呢，边缘也可以稍微带一点点不规则的感觉。OK，鼻子呢也是一样啊。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鼻子用这种卡线的方法，我可以吸这个双眼皮的颜色，吸双眼皮的这个线，去把鼻子的这个海鸥线给它卡出来。你看鼻子的海鸥线就这么画啊，上下先沿着这个线条画完，然后呢，再把它这个颜色稍微往上提一提啊，稍微往上提一提，变浅一点，让这个线条变成一个往上过渡的面，有一个转折感，它不是一根单独的孤立的线。那重叠在这个线的上方，让它看起来哎有点厚度，让这个线条。然后下面的颜色啊，我们可以吸一下这个人中啊这种颜色，跟这个
原本的蓝色去中和一下，因为它现在太蓝了，比较突兀。我们可以用一个跟它深浅差不多的颜色去中和一下这个蓝。好，然后用这个涂抹工具啊，把这个鼻子这个线啊往上面再去过渡，最后卡出一条细细的线来，但是你又看不清，你又感觉这个线好像它又不是一个简单的一条很死板的线，它又像是一个轮廓，像个边缘。好，最后呢，用一些稍微略深一点的线啊，比如说我去这个眼睛里面吸这个瞳孔的里面的一个稍微冷一点的颜色，把它调细一点，去卡一下这个鼻孔，好，让这个鼻孔的颜色比鼻尖的颜色要深。好，但是这里一定要过渡啊，要有过渡。好，画完以后，如果你看感觉画深了啊，我感觉这边画深了，怎么办？吸这个旁边的颜色啊，吸这个粉底遮盖大法，吸旁边的颜色把它给盖掉啊，然后又再重新描一下，这里加一点饱和度。像这种深色的地方，如果太黑了，如果饱和度不够，就会显得很灰啊，显得脏。没有一条线，仿佛回到了素描。对啊，要画厚涂感，你就不能够出现太多线条啊。像这种动作，你看我一直在用那个，如果用这种涂抹工具去，去弱化这个边缘，就是有点像素描里面你拿那个卫生纸啊，老师让你拿卫生纸，拿手去蹭一下啊，有点像那种动作。好，鼻子到这一步就差不多了啊。那像这些地方，山根啊，然后这个鼻背的阴影这些地方，如果你们觉得还不够的话，可以课后啊再去好好的打磨一下。我只画了右边啊，左边你看这种双 C 这些地方，也是课后大家再去画。你看这半边脸的完成度是不是比较高了啊？好，现在我们再来画一下这个嘴巴，画一下这个嘴巴。下节课我们就画头发了。画头发之前把这个高光啊什么的留到下一节课啊，因为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课程的这个计划，有一节课最后是那个手和服饰啊，也就下节周五是手和服饰，然后因为这个案例的服饰稍微少一点，所以我们如果说前面的内容塞不下，稍微往后拖一拖啊，我也不想拖堂时间太长。先把它往后压缩一下，往后延。好，这个嘴巴啊，嘴巴口裂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画口裂线非常非常重要的点是什么？口裂线它一定得颜色深，但是一定得饱和度高，明白吗？因为它是嘴巴啊，它是嘴巴里面的，它是嘴巴里面中间的最深的一条线，因为它又是可以张开的，所以它有点像，你看它有点像眼线啊，它是一条比较深的线，但它和眼线最大的差别是什么？眼线的颜色是饱和度比较低的，你看是这种灰灰的颜色，很灰啊，但是嘴巴因为它是在一个深色的高饱和的环境里面。所以此时你如果用一条呢，如果你用一条这种灰不拉几的这种线去描它，你看，看到没有？如果我用眼线的颜色去描它，你立刻觉得这个线和嘴巴格格不入。所以应该怎么办呢？应该用高饱和。你看我如果这个点不去动它，啊，我如果明度不动，
我做一个什么动作，把它往右拉，加饱和，把饱和度加上去，加到这么高，超过中线了。你看，我们很少有这种超过纵向啊，超过纵向中线的这么一个饱和度这么高的颜色。但是如果我用这个颜色去画口裂线，你会觉得什么？一切都对了，看到了吗？啊，如果用这个颜色去画口裂线，你才觉得是对的啊。所以画口裂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口裂线的用色一定得高饱和啊，高饱和的深色。好，当然它这个饱和度高了，我们把这个色温也再让它降一点，让它再冷一点，让它往紫色偏一偏啊，因为它的整个嘴唇的基调是一个冷调一点的这种干枯玫瑰色啊，所以用这个颜色来画口裂线。然后把它这种起起伏伏的感觉啊，你如果想让它再鲜明一点啊，饱和度再高一点，我们可以往右上方再走一点。好，到了外面，你看到了这个唇那个口红区域啊，上嘴唇、上下嘴唇区域的外面就是稍微轻一点了。好，这个口裂线画完以后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一直在强调是什么？线不能是单独的线啊，因为我们要画厚涂的感觉，你很少出现那种单独的线条感的东西，线和面是混在一起的。那同样的，我们把这个口裂线往下晕染，啊，让这个线，让这个颜色上下给它融在一起。画的时候呢，你注意它的关系啊，你看它的这个顶点，它的上唇结节，就是这个唇珠的顶点，这里是比较小的，阴影面积比较小的，但是它两侧阴影面积比较大。我们先这样做好阴影面积啊，然后把这个笔刷稍微调宽一点啊，把这两边的这种体积感给它也加一加，轻轻的啊，把这里往下再带一点。所以你看我们晕染的动作，其实你有的时候不需要去一直找颜色调颜色，我们只需要运用手上的轻重啊，利用我们的手上的力道，就可以把这个颜色给它做出来。好，这个时候我们调出这个涂抹工具啊，把笔刷调的细一点。那涂抹工具你可以上下去拉扯这个深色往浅色地方带，拉出这个唇纹。唇纹就可以用涂抹工具啊，这样子从深色往浅色地方带一带，然后浅色也可以往深色，互相来回带出这个唇纹的感觉。然后粗细我们可以多调整一下，要不然你的唇纹显得这个太呆板了啊，纹理粗细一样的话就太呆板了。然后把这个口裂线这条铅笔的痕迹也给它模糊掉啊，把铅笔的痕迹给它去掉。好，上唇可以那个一点啊，可以多一点这种一点点唇纹的感觉，下唇你就让它平滑一点。不要太多啊，那就是两边也不要画的很平均，你不要说我左边画3根，右边也画3根啊，这样子就显得太傻了。所以画画一定要有一个节奏感，节奏就是什么？追求变化，追求一种不对称啊，追求一种错落有致。好像这种，哎，我们把这个下唇边缘的这个线，给它再收一收，收的漂亮一点，用这种高饱和一点的颜色啊，把下面往上带，从下往上。
把这个唇中给它压扁啊。啊，我觉得好像下唇，好像这个嘴唇跟这个模特比起来画的略微厚了一点，对吧？好像略厚了一点啊。我用液化工具给它稍微往上推一推，给它把下唇稍微推薄一点。好，我再继续。那像这些地方加重，嘴巴不用说刻意的去把那个唇纹画的一根一根啊，主要我们是刻画它的那个体积感啊。比如说中间这个鼓起来的和底下这两坨这两个小的下唇结节，把这种地方给它画出来，就会很妙了啊。然后把这个，把这两个那个嘴角因为有铅笔的痕迹，它有点黑，颜色有点脏。那但是它又接近这个皮肤了，我们就不能用这么深的颜色去画它了。然后把颜色往上顶一顶，用一个淡一点的颜色啊，去把这个嘴角给它融一融。那画完了之后，你还可以吸这个脸的颜色啊，再给它反向的去过渡回来，所有的颜色都可以这样去画它啊。好像这个人中这里，它也是口红涂过去了嘛，对吧？啊，还包括这个地方啊，这个唇峰我们还有一点点铅笔的痕迹，铅笔的痕迹都可以用涂抹工具把它抹掉。好，包括你看这个人中，我可以用涂抹工具啊。好，用这个嘴唇的颜色，把它的人中这一块吸完了的颜色会灰一点，再画上去啊。所以吸完以后，我们可以提一点饱和。笔用到没电了，我马上就结束了啊。好，把它这块颜色给它融上去，融上去，然后呢，带到这个鼻孔啊鼻尖这里，把这个人中啊给它带上去。然后这一块颜色，这两块颜色用涂抹工具给它融成一整片啊，你不要让这两个阴影的部分，不要让这两个面积去打架。那不打架怎么办？就是让他们做好朋友，让他们变成一整片啊。我们有时候要有一个化零为整的这么一个概念在画画里面，那样你的画面就不会很碎很乱，就不会有很多零零散散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好，我最后再把这个磕唇沟这两边再去收一下。好，先把下唇啊，把下唇这边画的平滑一点，因为人的唇纹它也容易形成在这种中间啊，形成在中间，上下其实口裂线的附近和这个下唇的边缘不太会有太多的唇纹。好，这外面外面我单独用这个涂抹工具去抹，就不要从上面带下来，从上面带下来肯定就脏了，对吧？我把这个颜色单独去处理它。好，然后我可以吸卧蚕的颜色啊，对吧？吸卧蚕的颜色啊，把这条再画一下，慢慢的过渡啊。我们画的你看都不是线，我们画的都是面，往下过渡，这两边再往外去拉扯一下它。好，这个地方可以用吸口裂线的颜色啊，吸口裂线的颜色，再强调一下这个边缘。好，口裂线呢，这里模糊了啊，吸最深的颜色给它勾勒完整。用这个
深色啊，用这个深色高饱和色，我们把这个口裂线给它勾勒完整。好了，接下来有一个动作是我留给大家的课后作业啊，留给大家课后作业就是，描边。课后作业就是大家自己把左半边脸给它补全，然后呢，把这个皮肤给它把边给它描了啊，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体力活，我给你们演示一点点，然后就不再强调了。这个边边我们可以吸这个肤色啊，比如说这个眼睛。眼皮里面的深色啊，眼皮里面的深色，然后把这个皮肤，你确定是在一个没有开阿尔法锁定的情况下啊，把阿尔法锁定关了，我们可以把这个线稿微微的调出来啊，把这个线稿微微的调出来一点啊，沿着这个线稿，我们在这个皮肤层用这个深色的深一点的这个颜色，皮肤的颜色不要太灰啊，不要用一个和皮肤不相关的颜色去画皮肤的边缘去描边啊，一定不要用一个那种灰的黑的颜色啊，要用饱和度高一点的。你们要知道，颜色越深，你还想让它保留那个色相的感觉，你就要饱和度要偏高一点。那这样子啊，把皮肤，把这个脸的边给它这样描出来，你看到了这种跟脖子相衔接的颜色重一点的地方，我们就颜色也跟着重一点。然后描边的笔刷不要太细，不要太细啊，一定要去跟我们画面里面其他的部分去匹配，比如说跟我们的双眼皮的线啊，对吧？跟口裂线啊，跟鼻孔的这个线去匹配它。然后在这种地方呢，再跟脖子相交界的地方，你可以去做一些卡闭色的动作。然后这个描边，你们可以新建一个图层去描啊，可以新建一个图层去描，也可以像我一样直接描在这个皮肤层都行。这个就留给大家课后去把它做了。然后耳朵我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耳朵的描边。那耳朵我们把这个地方卡一下闭色，这里我讲的快一点了啊，这个我讲的快一点了，因为你们这个照着做比较浪费时间，这个留给你们课后。然后耳朵卡哪些地方呢？啊，不要把这个 Y 字形，不要把里面这种东西全部都去描了啊，不要啊，我们去耳朵只去卡一下这个外轮廓，耳朵卡一下外轮廓。你看描完以后会有一些颜色出界，然后有一些颜色可能又还不够啊，所以描完以后用橡皮擦和笔刷啊，该擦的擦，该补的补，然后这些地方轻轻的啊，那这种地方是轻轻的，描完以后还给它往下带。所以只有外边缘是比较清晰的啊，内边缘呢，像这种地方，小湖啊这种地方啊，你要把这个，要把这个线条和这个面积阴影面去给它完美的衔接，这样去画它。这里啊，里面就轻一点，轻一点，然后不要描的太死啊，跟它的一些阴影的部分去做一个衔接，这样去画它啊。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啊，包括还有什么身体啊，身体的描边大家也去给它描一下。描完以后，你看像这种出界的地方，用橡皮擦啊，用橡皮擦轻轻的给它，不是轻轻的，重重的给它擦掉，修干净啊，该修的给它修干净。
这个动作啊，描边的动作是让我们的画面的完成度拔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动作。所以描边你必须得仔细，必须得把这个边给它描完整啊。如果你这个描边太细，或者太粗，或者颜色没有选对啊，颜色太浅了，或者是太深太黑了啊，饱和度太低了，它都会让这个描边和你的画面产生一种割离感，这种割裂感啊，这种割裂感一旦产生，它对这种画面的完成度不但没有帮助，反而会有反作用。好，那今天的课我们就到这里啊。今天我们把五官给它画完了，下一节课我们就是进行一个灵魂高光的这么一个大动作。画完以后，妹妹的脸又会再美一个层次啊。你看今天的脸画到这个程度啊，再看一下左边，两边的完成度已经不一样了啊。下一节课啊，我们眉毛画毛发啊，眉毛、睫毛、头发，然后点高光。好啦，很棒啊！我已经看到有人交卷了啊。嘴巴，对，嘴巴的形状我们可以再去调啊。像我刚才就用液化工具把它的下嘴唇稍微调薄了一点点，我又觉得好像还可以又再回来一点，可以再稍微厚一点点，可以再回来一丢丢。好，这个大家自己去啊，自己课后把这半边给它补齐了。今天就到这里了啊，我们周三再见。周三如果说这半边没有补齐的同学也不要气馁啊，我们继续来至少得把右半边练给它好好完成了。左半边是一样的画法啊。然后如果还有一些同学啊，还有一些很新的同学，就是你们如果觉得左半边和右半边你没有办法就是去对称思考的话，你也可以放着我的回放，然后把画面进行一个水平翻转的动作啊，进行一个水平翻转的动作，把这边跟着我的回放再去给它搞一遍 ，OK 吗？好的啊，今天就到这里了，大家也辛苦了啊，今天又是三个多小时的一个长课，大家辛苦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加油啊，拜拜，期待看到你们的作业，晚安。